给本小姐狠狠的抽。表小姐，他好像没气了，闹出人命恐怕不好交代。哼，怕什么？天塌下来还有表哥担着呢。啊！我呸！害死全姐姐，还妄想要嫁给表哥，表哥当真是心慈，还给这个贱人准备了棺材。要我说呀，千刀万剐都不为过。你们把他拖到一边去鞭尸，抽烂了就扔棺材里头，给元安侯府送去。几分钟前，他还是22世纪暗榜上有名的毒液猎手，在任务途中被流弹炸死。一个和他同姓名的少女冤魂将他扯到了这里。我送你重生，要你替我得偿所愿，嫁给誉王，在他面前洗刷冤屈，否则我咒你穿肠烂肚，比前世惨死之状更甚几分。冤魂凄厉的声音仿佛还在耳边回荡。南洛清倒吸一口凉气，周身传来的剧烈疼痛让他两眼发黑，一些杂乱的记忆也零星浮现。原主乃是当今元安侯嫡女，亲娘早逝，若不是外祖一家显赫，她也不会安然长大。元安侯继世不敢动原主，便就捧杀她长大，因此养的性子有些骄纵。见过誉王一面后，发誓一定要得到他。今日本是他如愿和誉王大婚之日，但誉王心肩上的女子忽然死了，尸首无存。誉王压根就没细查，只因原主爱慕纠缠，又与那女子不和，加上婢女指认，就直接武断惩罚，令原主被活活打死。可在原主的记忆里，他根本就是被诬陷的。你们还愣着干嘛？赶紧把这个贱人给我拉下去打死！别过来，不然我弄死他！你这个贱人，你要是敢对我怎么样，我表哥一定不会放过你的！吵死了！闭嘴！贱人，小老蹄子，我一定会让表哥伤！南洛清眼神冰冷，一个手刀将他劈晕后扔进了一边的棺材里。你们几个抬着我去誉王府，不会抬棺？快点，不然你们表小姐就要被闷死在棺材里了。王爷，王妃她回来了。不是死了？没死，她还带着棺材回来的，此时人就在大门口。去看看。哼，今儿个是你我大婚，我倒是见识了誉王殿下府上的好规矩。这接新娘子不用花轿，用棺材，上好的金丝楠木棺材，王爷当真是大手笔。只是这样好的事情，我怎能自己一个人受着？你我今夜之后就是夫妻了，理当生同寝，死同棺。也不知王爷府上还有什么规矩，比如同房不能在床上，要在棺材里。夫妻同房，南洛清，你也配？你害死了全儿，本王这就送你上路，给他在地下赔罪。你若是杀了我，你就一辈子也别想找到你那全儿的尸体。你还敢提全儿？秦玉秀，你再敢用力一分，我不仅让你找不到宋玉全的尸体，我还敢让他死无全尸。话音一落，脖子上的力道果然松了些。南洛清心头微微一松，赌对了。南洛清，你觉得本王会信你？信不信在你，不过我倒是真的开心。我死了还有元安侯府收尸，能叫誉王殿下心尖上的女人比我还凄惨几番，为我陪葬，也不枉我爱慕你这么多年。
别急着恶心啊！你若是想找到他的尸体，我要你和我照旧举行婚礼。既然你这么想嫁给本王，那本王成全你，召回宾客，把他拖进去，大婚依旧。滚开！我有腿，自己可以走。李管家，表小姐还在棺材里。什么？还不赶紧把表小姐放出来！你们都干什么吃的？现在才说！这誉王是怎么回事？今天不是他与元安侯府嫡女大婚吗？怎么将王府布置成了这个鬼样子？阴气森森的，还有个棺材，哪像是成婚呢？不是办丧事吗？嘘，你小声点儿，叫誉王听去，你小命不保啊你！别看他如今残疾了，但手中兵权可不是开玩笑的。他怎么安排，我等就怎么做就是了，别管那么多。我知晓，就是元安侯府的这嫡女，恐怕日后在京城都要抬不起头来，沦为笑柄了。吉时到，王爷身子不适，拜堂就不来了。王妃，这堂就委屈你自己拜了。随意，拜就拜。南洛清淡淡摆手，他的目的已经达到，管秦玉修来不来。没想到你这个贱人这么不要脸，哪怕是沦为笑柄也要嫁给表哥。哟，这不是表小姐吗？怎么，棺材还没有睡够？你给我等着，我可是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呢。是吗？那我可就拭目以待了。哼，拜堂王爷不愿意来，洞房王爷倒是积极啊，这路才走了一半呢，就迫不及待来接我了。你不配进本王的院子，今夜你就去全儿的灵堂好好忏悔。你们等会儿进去，那个小贱人可是高门贵女，便宜你们了。嘿嘿嘿，多谢周妈妈，我们兄弟仨肯定会好好疼爱她的。去吧，做得好，表小姐是重重有赏，我就不进去了。南洛清心中一凛，楚薰儿准备的大礼来了。没给楚薰儿反应的时间，南洛清直接出手敲晕了他，然后扛着人回了灵堂。这么大的礼，他不还给楚薰儿可惜了。周婆子不是说人在这里吗？哪儿去了？不会跑了吧？不可能，门口有周婆子守着呢，指不定是躲哪儿了，找找。啊！你们是谁？嘿嘿，原来在这儿呢。小娘子别怕，哥几个好好疼疼你，保管让你知道做女人的乐趣。哼，不愧是高门贵女，瞧瞧这细皮嫩肉的。正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小腹处忽然涌起了一阵热流，那迷香太过霸道，他哪怕只吸入了一点儿也中了招。药效上头，南洛清脸颊发烫，脑子晕晕乎乎，身上仿佛也有许多蚂蚁在爬，万分难受。这楚薰儿到底用了多猛的药？药效越来越明显，南洛清明白，今晚不找个男人，怕是要遇烛火焚身死在这里。一不做二不休，南洛清直奔秦玉修院子而去。反正秦玉修欠他一次新婚夜，不如干脆睡了他。他要是找别的男人，指不定原主的冤魂怎么折腾他。夫君，春宵苦短，今夜是你我的新婚夜，不如我们一起共度良宵如何？不是叫你在全儿的灵堂前守灵忏悔吗？忏悔了呀，这不是忏悔完了吗？滚出去！夫君，我都说了，春宵苦短，这是个男人都不该拒绝啊。还是说，夫君，你不行？一瞬间，秦玉修气血翻涌，一张俊脸阴沉的可怕。他咬着牙，伸手想掐住身上小女人的脖颈。哼，被掐了一次脖子，还能被你掐第二次不成？
南洛清摇了摇头，趁着男人不备，一颗小小的药丸塞进他的嘴里。这是他从楚轩儿房内顺过来的，也是催情之物，效果不如他种的药，但也够用。你给本王下药？下药是为了你好，别一副被强迫了的真烈模样。我一个女人都没你这么矫情。不知廉耻，不想死的话，滚下去！你也怪不得我也中了药了。更何况这种事情怎么能用死来形容呢？说完，南洛清再也没了理智，送上自己的红唇。秦玉修的理智也在一瞬间消失殆尽，他迅速掌握了主动权。不是双腿残废吗？昨晚折腾他倒是够狠。表哥，表哥，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表哥，你一定要杀了那个小贱！怎么会是你？你怎么在表哥的院子里？昨个是我和你表哥的新婚夜，我不在他的院子里，还会在哪儿？反倒是你，怎么这副鬼样子？看来昨晚楚轩儿找来的那几个男人伺候他伺候的不错。贱人，是你！这一切都是你做的，对不对？我要杀了你！我做了什么了？我昨夜可是一直都和你表哥在一起的。贱人，你害我失身，我定要杀了你！看来表小姐还在昨晚的梦里没有清醒过来。既然如此，我来帮你清醒一下。你又打我！够了！表哥，这个贱人害死全姐姐不够，害得我失身。表哥，你一定要杀了他！楚轩儿，说话做事可要讲究证据的，可不是长着一张嘴就能空口白牙的诬陷人。怎么回事？表哥，这个贱人心思很毒，越王府怎能留他？来人，把他给本王拖下去，杖责50。慢着！哼，不分青红皂白的治罪，这就是誉王殿下的行事风格。本王的行事风格，还轮不到你来智慧。打！人言道一日夫妻百日恩，誉王殿下对昨晚的恩情，还当真是一点儿都不顾啊！南洛清，你还敢提昨夜？怎么不敢提？后半夜是谁主动的？需要我给王爷复述一遍吗？南洛清，本王倒是小瞧了你的脸皮，不如本王把你扔到后院的狼窝，看看你的嘴还能不能这么硬。后院的狼可全部都是表哥从战场上带回来的，听说都是参师引械的恶狼，若是这个贱人被送过去，怕是连骨头渣子都不会剩下。尽管试试，只会对个弱女子动手，看来誉王殿下也就只到这里了。好，把他丢去后院。是。王爷，宫里来人了，指明要您与王妃一起出去接旨。今日算你走运。表哥，难道昨晚的事就这么算了吗？你还想如何？这个毒妇害得我……楚轩儿咬了咬嘴唇，羞于启齿，只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南洛清。总而言之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你既然一口咬死昨晚的事情是我做的，那正好。宫中现在来了人，不如我们现在一同出去，请他回宫上报，叫京兆府尹仔仔细细地查上一番。你这件事情到此为止，你先回去。是，表哥。秦玉修率先出去。王妃，您还是稍微换件衣裳再出去吧。谢李伯提醒，我这就去。怎么，王爷这是良心发现，所以等我一起？
闭上你的嘴，等会儿见了人，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，本王想你心中有数。王爷不针对我的话，我这张嘴自然不会胡说八道。老奴见过玉王殿下，见过王妃娘娘。朱公公不必多礼。玉王殿下，老奴这次来，一是奉了圣上的命令来恭贺玉王殿下大婚。圣上说了，希望玉王殿下和王妃恩爱偕老。朱富红这话说的面上是恭维，内里却是在敲打秦玉修。这门婚事皇上盯着呢。是吗？那公公回去可要替本王好好的谢谢皇叔。南洛清站在秦玉修的背后，心中将目前的关系捋了一下。原主的父亲是当今元安侯，保皇一派。原主痴恋秦玉修，皇帝直接指婚，怕是存了要原主盯着他的心思。加上原主心机不深，好拿捏，秦玉修又厌恶于他，皇上这赐婚既能监视他，又能恶心他，可谓是一举两得。要是秦玉修直接杀了他，皇帝就更好做文章了。只可惜他穿越了过来，怕是没那么容易领盒饭。好说好说，这还有一件事儿，就是王妃娘娘的表哥顾景化顾小将军大破虎烟关，凯旋归来，圣上在宫中设宴，到时候玉王殿下可一定要带着王妃娘娘一同赴宴。这可是好事啊，本王一定会带着王妃前往的。既如此，那老奴也就不打扰玉王殿下和王妃娘娘了，先行告退。待到朱富红离去，南洛清松开秦玉修的轮椅，和他拉开距离。怎么，表兄有了军功，就以为能拿着鸡毛做令箭，玩这些欲擒故纵的把戏了？欲擒故纵也要王爷上钩才是。王爷不上钩的话，我离你远些不是正合你意。不如去后院陪本王的2匹爱宠玩玩。他口中的爱宠正是那2头恶狼。王爷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皇宫里头既然盯着，王爷最好还是表面上过过场。要是皇上知道了你苛责王妃，怕是要问责下来吧。你在威胁本王？大家都是夫妻，王爷说话真难听，有什么威胁不威胁的？我不过是在陈述事实罢了，这当中的利害关系，想必王爷比我清楚。是吗？那本王倒要看看他们能护你几时。王妃娘娘，您要用早膳吗？李伯，不知我可有院子？总不能叫他一直睡宋玉犬的灵堂，或者还是去找秦玉修吧。王妃娘娘，老奴已经给您准备好了，随老奴来吧。李伯，你可比那秦玉修靠谱多了。王妃娘娘誓言呢？知道了。秦玉修那个狗男人真是没脑子，痛死我了。骂完秦玉修，他的心情也一点没放松，因为他在自己的胸口看见了一个如同蛛网一般红色印记。虽然只有指甲盖大小，但南洛清清楚，这是原主留下来的诅咒。要是不能完成他的遗愿，这蛛网会越长越大，等到包裹住心脏，他就会如同原主诅咒中所说，穿肠烂肚而死。一瞬间，南洛清只觉得万分心累，他真是造了个大孽。还是现代好啊。正在他感慨万分的时候，忽然表情一凛，有血腥味。他前世作为毒医猎手，对血腥味绝不陌生。这味道是秦玉修院子那个方向传来的。我靠！哟，我这来的不凑巧啊，看见了王爷这么狼狈的一面。哎呀！
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想杀了我灭口？滚！你安慰呢？秦玉修嘴唇现在已经开始隐隐泛着乌青，他知道他中了毒。昨晚在亲密接触之后，南洛清就已经有所察觉，秦玉修的体内中了一种慢性毒，恐怕已经有数十年之久。这种毒每个月都会发作一次，且一次会比一次痛苦。主子，属下无能，剩下的那个刺客逃走了。见人就要打要杀，是你们誉王府的传统吗？王爷果然是御下有方啊，交出来的暗卫跟自己一个样。放肆！你怎敢与主子这么说话？喂，你管不过你手下的暗卫了？指望明天皇帝质问你怎么纵容手下杀了自己的王妃是吧？他说完，安宇一愣，这是王妃。趁着安宇愣神的空档，南洛清一个漂亮的花腿狠狠地踹在了他的胸口上。啊！你干什么？你不是南洛清，说，你究竟是谁？就在南洛清大脑飞速运转思考该如何糊弄秦玉修的时候，身上的男人眼眸倏然变得通红起来，两人贴得极近，南洛清能感受到男人的呼吸滚烫，嘴唇上的乌青色也更浓，眸色血红，是发狂之势。秦玉修毒发了！不好，主子毒发了！安宇，快去拿陆神医的药箱！杀了你！他小手摸到男人精壮的后背，在某一处穴位上狠狠一点。完了，安凤，陆神医留下来的药没了。陆神医去找药材给主子制药，他分明说主子下个月才会毒发，这突然提前，存药也没了，怎么办？我现在去找陆神医。你知道陆神医在哪吗？怎么找？赶紧想想办法，哪里还有信得过的大夫？就算你们现在去找大夫，回来也准备给他收尸吧。秦玉修这毒因为运了真气冲撞，导致提前发作，来势汹汹。要是得不到压制释放，不出3炷香就会直接嗝屁。你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？再敢咒主子，我怎么就咒他了？我是实话实说。你们要是想要你们主子活的话，赶紧把这房间的尸体处理了，再去准备热水。说着，南洛清蹲下身去，在安宇丢掉的药箱里成功找到了一副银针。你要干什么？还能干什么？给你们主子压制毒素啊，不然我拿银针把它扎成筛子嘛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这样胡闹？行，那现在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？你主子这个情况，横竖都是死，不如死马当活马医嘛。更何况，比起你们，我更不希望他死。南洛清这话说的可是比珍珠还真。要是秦玉修死了，原主的诅咒没地方完成，他也要跟着死。那就请王妃竭力一试。要是主子死了，你也得跟着陪葬。秦玉修身上的毒很奇怪，南洛清敢打包票，除了他，整个天下能救他的人不出1掌之数。而鬼佬的针法以诡谲多变闻名，每每都能置之死地而后生，十分费心费神。南洛清轻易不用。喂，你可得好好的活着，你若是死了，我可怎么办啊？她漂亮的小脸上一片凄苦，和这样一个病秧子的生命绑在一起，她真的很苦恼的。你们2个给他洗个澡，他已经脱离危险了，今夜我在此守着。那个女人竟然还有这种本事！安宇，慎言，她是王妃，这件事情一定要瞒下来，不可被外人知晓，尤其是宫里的。我知道。王妃娘娘，今日这件事情，还请您一定要守口如瓶。你放心吧，我没有那么蠢，你就在外面候着，过了今夜他就暂时安全了。天将将翻起鱼肚白的时候，床上的秦玉修倏地睁开双眸，他警觉地看向床边，发现竟然是南洛清。少女跪坐在地上，趴在他的手边睡得正香。秦玉修才动了动手指。
你醒了？你要做什么？你就是这么跟你的救命恩人说话的？你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啊？我要是真的想对你做什么，昨夜你早就死在我手里了。放手！我是要给你把脉，你死了还要我这个做王妃的手势，麻不麻烦？是你救了我。不然呢？这里还有其他的人吗？你那个陆神医的药早就没了。不信的话，你把你身边的安慰叫进来问问不就行了？你放开，我给你把完脉就走。你是不是忘了，今天是成婚的第3天，我还要回门呢。你绝对不是南洛清。说，你究竟是谁？又是何人派你冒充南洛清，潜藏在本王身边的？你就算是不感谢我这个救命恩人，也没有必要对我动粗吧？狼心狗肺放在你身上，就好像找到家了。你这是在质问我？那我问你，你又有几分了解南洛清呢？闻言，秦玉修沉默下来，他抿着唇，死死盯着南洛清。你从来就没有正眼看过南洛清，也从来没有试图去听过南洛清一丝一毫的解释。无论出了任何事情，你都心安理得的将所有的罪名都按在南洛清的身上。誉王殿下，宋玉泉到底是不是南洛清害死的？你心里真的就一点都不清楚吗？这一番话是南洛清替原主质问的，他替原主感到不值。分明家世显赫，样貌出众，却非要为了一个残废还心有所属的男人，最终奉献出了如花般的生命。显然，秦玉修没有想到南洛清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来，愣住了。你看，你一点也不了解我，你有什么资格怀疑我换了人呢？从前的南洛清的确是死了，死在他最期待的大婚当天，死在了他最爱的那个男人冷漠质疑里。是你不查不问，是你眼盲心瞎，亲手杀了他。我告诉你，现在的南洛清不爱你了。秦玉修，我不爱你了，所以你以后也不要想太多。你这么生龙活虎，看来身体已经没有问题了。那我走了。秦玉修看着他决绝的背影，心中忽然涌起一阵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。有什么东西好像从他的手指间飞快地流逝了过去，快到他抓不住。主子，昨晚怎么回事？安峰将昨晚南洛清救他的事情原原本本的道来。主子，是属下没用，刺客没有抓住活口，请主子赐罪。他们都是死士，与你无关。继续盯着那边，有什么风吹草动，立即告诉本王。是。南洛清呢？方才属下在门外遇见了王妃，王妃说她要回娘家。今日应该是王妃3日回门的日子，主子要不要陪王妃她一起？多嘴。王妃娘娘不如再等等，老奴准备了些礼品，让人抬上马车，王妃娘娘一同带回去。我成婚元安侯府都没有给嫁妆，我回门带什么礼物？空手回去已经给足他们面子了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回去拿回来原本就该给我的东西。闲杂人等不许进入。我乃元安侯府嫡女，当今誉王殿下的正妃，新婚3日回门，你敢拦我？你说你是我就信啊！一般新婚夫妇回门，哪有一人的道理？誉王陛下呢？你这个骗子，赶紧滚一边去！他当然认出来了南洛清，只是他一早就被警告了。倘若誉王殿下一同回来，就赶紧恭恭敬敬迎接进去；倘若只有南洛清一人回来，那就直接拦下。什么东西？正好本王妃也不想敲着元安侯府的大门，怕脏了手，用你这蠢猪的身体正好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你回来了呀？怎么，被誉王殿下扫地出门回娘家，还要闹出这般大的动静？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你当还在娘家任由你作威作福呢？南洛清在记忆中搜寻了一下，找出这人的身份，正是原主父亲南德海那娇滴滴的妾室赵氏。
原主母亲去世没多久之后，南德海就急不可耐地将养在外头的赵氏接了回来，顺便还带回来一个只比原主小1岁的女儿南玉薇。好狗不长道，滚一边去！你敢打我？打你又如何？在南家论，我是正房夫人所生嫡女；在皇室论，我是誉王明媒正娶的正宫王妃；在顾家论，我是一品诰命夫人的嫡亲外孙女。你不过是区区一个姨娘，敢拦我的路，我还打不得你了。你给我等着，我这就去告诉老爷去。都一大把年纪了，还搞告状这一套啊！大小姐，您可算是回来了，您快去看看唐月姐姐吧。唐月是原主身边的丫头，对原主忠心耿耿。新婚夜那天，她被楚薰儿找麻烦，唐月回元安侯府搬救兵，之后再也没回来。她怎么了？回大小姐的话，唐月姐姐那日回来就被二小姐带走了，关在了院子里头。奴婢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只是今早奴婢去修剪二小姐院子外的花丛时，还听见了唐月姐姐的惨叫声。大小姐，奴婢和唐月姐姐是老乡，有几分交情，所以才来告诉大小姐这些。倘若等会儿大小姐去找二小姐要人，可否不要说是奴婢告诉您的？我知道了，多谢你。这贱人厚皮硬骨头的，教训起来一点意思都没。不如让她顶着那梨儿，本小姐正好试试剑术。是，奴婢这就去把那小贱人抓过去。老实顶着，要是再动一下，叫小姐的剑偏了，指不定啊，就在你身上哪里开个洞了。小姐，可以了。就在唐月闭上眼睛准备等死的时候，院子的大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，巨大的声响传来，南玉薇被吓了一跳，手中的剑立刻离弦而出，朝着唐月射去。唐月！南洛清惊叫一声，手中的石子弹出去，正好打在了剑上，弓箭被打偏。南洛清小脸阴沉，走到唐月的身边，替她松绑，拿出嘴里堵着的抹布。大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别怕，我来了，他们不敢再欺负你了。你怎么回来了？难道是被誉王殿下给赶回来的？也是，新婚夜就被誉王殿下给拦在了府外，还要丫头回来搬救兵。刚才你就是用这根鞭子抽的唐月啊！你居然敢打二小姐！我要去告诉夫人。华儿见状，连忙要出去找人。南洛清怎么会给他这个机会？夫人？元安侯府哪里来的夫人？区区一个姨娘也敢妄称是夫人？你别急，我也打了你娘了，她也说要去告状。这算算时间也应该是要来了，不如你等她一起过来，我们慢慢的算。我苦命的女儿呀！老爷，你可一定要为薇儿做主啊！混账东西，还不赶紧松开你妹妹！松开她也不是不行，她现在跪下来给唐月磕头道歉，我就松开她。敢打我的婢女，她就应该做好现在这个准备。唐月，你为了一个婢女就对你妹妹下这样的狠手？是，唐月自小与我一起长大，和我情同姐妹，说她是我妹妹我也认。至于南玉薇嘛……南洛清轻哼，脚下的力气更大，冲得南玉薇惨叫不止。我娘可并没有给我生什么弟弟妹妹，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外室之女，也配和我姐妹相称。爹，救我！爹，老爷，妾身自诩这么多年来没有对不起过大小姐，这没有功劳，那也是有苦劳的呀。大小姐就算是不喜欢妾身，妾身也认了。可大小姐为何要针对薇儿呀？薇儿做错了什么？
逆女！你果然是反了天了！来人，请家法！南洛轻笑了，他狠狠踩断南玉薇的手骨，一脚将人踹到赵氏的身边。为了一个姨娘和庶女，要对嫡女动家法，袁恩侯好大的威风啊！你是我的女儿，我想打就打，关他们什么事？你的女儿？你也好意思说出这种话？你从来就没有尽过一丝做父亲的责任，你也配说我是你的女儿？更何况，我现在先是誉王王妃，论理袁恩侯见到我是不是要行礼啊？你果然是疯魔了！誉王殿下对你如何？这门婚事怎么来的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现在还敢拿誉王正妃的身份来压我？今天我家法用定了。还能动吗？大小姐，现在要怎么办？你别怕，等会儿你就跟紧我。和听不懂人话的东西打交道，就得先把他们打趴下，然后再来说道理。反了！竟然敢这么说你父亲！看我今天不打死你这个逆女！见过誉王殿下。免礼。誉王殿下可是为了小表妹来的，不若我们一同进去。放肆！誉王殿下驾到，袁恩侯府竟然没有一个人出来迎接，莫不是不将誉王殿下放在眼里？没有，只是侯爷在忙。忙什么？连出来迎接王爷都没时间吗？另外，王妃娘娘去哪儿了？王妃娘娘她王妃娘娘应该是去二小姐的院子了。二小姐扣留了王妃娘娘的婢女，方才侯爷和夫人也着急忙慌的赶过去了，小的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！带路。住手！哎呀，誉王殿下怎么亲自来了？莫不是这个逆女是偷跑出来，给誉王殿下添麻烦了？我这就好好教训这个逆女。哎，她手上的东西是什么？是咱们侯府的家法。王爷还没说什么呢，你就武断小表妹是偷跑回来要教训她。论身份，袁安侯现在怕是没有资格教训她吧？你区一个小辈，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？她是我的女儿，回门打了自己的母亲和妹妹，还给誉王添了麻烦，我教训她又能如何？哦，母亲、妹妹，我姑妈乃是将军府嫡出的长女，我祖母又是一品高密夫人，你拿着一个下贱坯子，妄图取代我姑妈的位置，还叫她的下贱女儿与我的小表妹平起平坐。南洛清看着挡在自己身前的少女，心底一阵暖流划过。逆女，你还不出来说句话？誉王殿下都亲自来了，赶紧跪下来道歉。青儿，早上本王只是不许你贪嘴，多吃糯食，担心你积食。你怎么就与本王闹脾气，还自己一声不吭地回了娘家？在场的众人都愣住了。南洛清像是看见鬼一样看了秦玉修一眼，这狗男人是怎么回事？别不是昨晚他给他扎针扎错了，把他脑子扎坏了吧？这是玩的哪一出？快过来，你看，不等本王一起回来，是个阿猫阿狗的都能欺辱你，叫外人瞧见，还真以为是本王失了势，连自己的王妃都护不住，能叫人随意作践。南洛清依旧没动，他实在是猜不透秦玉修葫芦里是卖的什么药啊。你呀，祖母从前就说你任性，现在成了婚，怎么还因为一些糯食跟夫君置气呢？袁恩侯，你可知罪？请誉王殿下明示。一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青儿打就打了。你不问是非，胆敢越俎代庖，教训本王的王妃，这是罪一。大婚当日，你袁恩侯府礼节不足，私吞嫡女嫁妆，比穷苦人家嫁女儿还要寒酸，一点都没有把本王放在眼里，这是罪二。
余下的还需要本王一一为你列出吗？是我误会了王妃娘娘，但嫁妆可是王妃娘娘自己不要的呀。胡说八道！姑妈在的时候，我顾府就为小表妹准备了一份丰厚的嫁妆，小表妹怎么可能会不要嫁妆？你不要嫁妆？南洛清当即明白过来，这个狗男人怕是良心发现，就是来给他撑腰要嫁妆的。当然不是，只是父亲说这些嫁妆都是给南玉薇的，说玉王殿下家大业大，看不上这点东西，所以父亲叫我大方些，还说他是我爹，嫁妆如何处置，何该他说了算。我也不敢违抗父亲的命令。哼，好大的脸面！元安侯府出不出嫁妆，我没办法管，但我顾府给小表妹出的嫁妆，又岂能被一个下贱坯子吞了？哎，小表姐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到时候父亲又该生我的气了。刚才他还说要用家法打我呢。你这个逆女，在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分明是你将那些嫁妆送给了芳儿和玉薇。是啊，我一个孤女，在元安侯府长大，后院姨娘当家，姨娘和她的女儿讨我要，我若是不顺着不讨好一些，我该怎么活？他这些话半真半假吧？嫁妆东西确实是赵氏和南玉薇瓜分了，只不过是原主蠢笨被骗走了罢了。元安侯，你好大的本事，竟然叫一个庶女骑在本王的王妃头上。本王谢你在5天之内把嫁妆还回来。顾府当初为小表妹准备的嫁妆单子还在，等我回府找来，送到元安侯府上。若是少了一件东西，玉王殿下可要为小表妹做主啊！方才就是他们2人欺负你。南洛清一愣，下意识地点了点头。很好，欺辱王妃，来人，掌嘴50。安风，你盯着，等到嫁妆还回来，日后若是没事，青儿也就不必再回来了。王爷不留下来吃顿便饭，哪有回门不吃饭的道理啊？不必了，你好好的把青儿的嫁妆还回来便是了。祖母担心你今日回门受欺负，所以叫我来看看你。多谢外祖母和小表姐挂念。对了，玉王殿下，祖母的意思想让小表妹回顾府一趟，不知玉王殿下……本王自然是陪同。小表妹，你要回去看看祖母吗？祖母很想你呢。我当然愿意。那走吧。哎，等等，恰好安风这个时候出来。你帮我把唐月送回去，找个大夫好生照看着。啊，二表哥，你身上还有伤呢，军医让你卧床休息半月，你倒是又练上了。别听太医瞎说，不过是一点小毛病，不足挂齿。再说，剑一日不练，可就荒废了。怎么能算是小毛病？那支箭只差分毫就穿透了你的心脏，你的命是军医9死1生捡回来的。这件事是顾家的秘密，外人并不知晓。旁人只知顾家少年郎英勇神武，大破虎烟关，却不知那是数万顾家军以命换来的胜利。南洛清同样惊讶于此，没想到顾家在战场上付出了这么多，难怪连陛下都忌惮顾家，连带着对他都客客气气。二表哥，表妹她今日回门就想来看看祖母，最近祖母的病情越来越重了，或许见过表妹以后，祖母的病就会好起来。祖母哪次病情加重不是被他气的？南洛清为了与顾家重修于好，掏出一个瓷瓶。二表哥，这是上好的金疮药，能加速你伤口的愈合。顾景化惊诧地看着他，就像是见了鬼似的。南洛清这辈子第一次向他示好。你要是喜欢陛下赏赐的金银珠宝，直接说就是，没有必要这样拐弯抹角。
我等下让管家挑几样给你送去。南洛清满头黑线，他不是这个意思。啊，表妹，你别放在心上，二表哥这个人性子比较直。好心当做驴肝肺，看来你和顾家的人关系很糟糕啊。彼此，你和你家人的关系也好不到哪儿去，你就别50步笑100步了。先帝是秦玉修的爹，但皇位却被皇叔秦红叶给占了，并且迟迟不将皇位拱手相让，双方的关系同样水火不容。王爷，可不要着凉了，我们去屋子里吧。唉，许久没听你叫我一声祖母了，我这不是怕你回侯府受欺负，就让蓉儿去帮你，没想到你还愿意来见祖母一面。我这身子骨啊，只怕是见一面少一面了。不会的，祖母定会长命百岁。祖母要是想我了，我就经常来见祖母。你都已经嫁人了，怎么还是小孩子脾性？出府不得问你夫君同不同意？夫君对我宠爱有加，定然会同意我出府的。祖母要是不信的话，那就问夫君好了。我们正准备要孩子，恐怕是不能经常走动了。那是好事儿，你们的事儿要紧，不要管我这老人家。干什么呢？一个个的。二哥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看南洛清干的好事，他不仅将全部的窗都打开，让祖母受寒风吹，竟然还在祖母头上扎满银针，太过分了！他简直就是顾家的扫把星。来人，把南洛清赶出去，以后不准再踏入我们顾家半步。我看看谁敢将青儿赶出去。没有青儿，我的命算是交代在这儿了。青儿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你们要将我的救命恩人送到什么地方去呀？祖母，你醒了，你醒来可就太好了。我要是再不醒过来，恐怕我这几个好孙子要将我宅子给掀了，还要将我的宝贝外孙女儿给赶出去。祖母，我们也不想这样，你突然晕过去把我们几个都吓坏了。南洛清能动什么医术？他一句话不说就在你头上扎针，我们见了能不害怕吗？想将他赶出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。住口！一口一个南洛清，她是你的妹妹，你忘了？那他也得记得我是他哥呀。三弟，你就少说2句。没看到祖母还病着吗？你就不要气祖母了。这一次祖母能行，多亏了表妹。我们是要和表妹道谢的。何止是道谢，你们还得道歉。祖母，你身子刚好，就不要再动怒了。要是表哥不愿意道歉，那也没关系，反正我从小到大也是被误会惯了。必须道歉，还得将家规抄写100遍，你景华也得跟着一起抄。哎呀，祖母，你就别生气了，2位表哥也是关心则乱嘛。我以前也确实做了不少荒唐的事儿，表哥们对我印象不好，那也是情理之中嘛。再加上祖母，你想要让我们兄弟姐妹几个相处的好一些，那就更不应该罚他们了，要不然到最后他们记恨的还不得是我呀。行，就按照你说的办，便宜这2个小子了。祖母，还是让太医帮你诊断一下吧。老太君啊，你这身体竟然好了不少，还真是奇特呀。哦，竟有这种事，难道是青儿的医术帮的我？应该是，没想到王妃的医术竟如此了得，之前还从未听过。不知王妃的医术是师承何方？
梦里学的，那个大师并未透露姓名。我还以为有机会能见上一面，切磋一下医术。祖母，我得回去了，我下回再来见您。下回我给您带一些治疗手疼脚疼的药来，保证用几次以后药到病除。你到底是谁？我还能是谁？不正是你的王妃吗？怎么，王爷想翻脸不认人了？你骗骗顾家那些蠢蛋也就算了，还想蒙骗本王不成？南洛清不学无术，大字都不认识几个，怎么可能精通医术？王爷对我倒是上心的很啊，竟然了解这么多。如果我说我是你苦苦寻找的心上人呢？放肆！就你也配和全儿比？王爷要是真的杀了我，这辈子都别想站起来。你应该也知道，整个齐国无人能治你的腿伤，只有我能够缓解你的痛苦。难道我的医术不能证明这一切吗？所以本王不信蠢笨的南洛清会如此厉害的医术。你到底是谁？又带着什么样的目的接近本王？这些你都不用管，你只需要明白，我是你的救命恩人。若是让本王发现你在骗人，本王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生不如死。王爷最好对自己的救命恩人，也就是我，客气一点，要不然下个月毒发的时候，你可得受了不少的苦啊！到那时候你的嘴就没有这么硬了。我现在的确是动不了你，但能动你在意的顾家。你想对顾家做什么？顾家祖孙3代都是武将，为齐国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，但功高盖主。陛下已对顾家动了别的心思，本王想要动顾家轻而易举的事情。我不准顾家出事。那我就要看王妃的诚意了。王爷腿上的毒并不是不能治，只不过有些麻烦，一共需要12味药引，每个月换一次。要是效果好的话，可以缩短换药的时间。第一个药引就是天山雪莲，那东西皇宫7宝塔中有。王爷要是有本事弄来，我就有本事给王爷治。一次药换王爷保护顾家一次，不亏。王爷这算盘打的，怕是邻国都听见了。不然呢？顾家上下多少口性命，本王还觉得亏了。难不成你是想本王坐地起价？南洛清那个贱人呢？你们进去，把里面的人给我丢出去！你这个贱人原来是躲在这儿呢。你那侍女和你一样贱，被打死都是活该，哪有什么资格住这么好的院子？连你在誉王府之中都是一条人人瞧不上的狗，你那奴婢更是连狗都不如。你们还愣着做什么？还不赶紧把那死丫头丢到池子里去！誉王府什么时候轮得到你四处撒野？哎呦，天杀的！王妃打人了！王妃又打人了！哼，她算哪门子的王妃？她就是一条舔着脸要嫁给表哥的赖皮狗。你还真以为自己是誉王妃不成？表哥最喜欢的是宋姐姐，你给宋姐姐提鞋都不配。要不是你害死了宋姐姐，如今宋姐姐已经是誉王妃了，还和表哥两人恩爱两不疑。像你这种心肠歹毒的女人，死了都算是便宜你的。你还使了阴谋诡计，害我失了身。本小姐今日就要好好的教训一下你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做誉王府的规矩。楚轩儿挥舞着鞭子，累得满头大汗，愣是连南洛清的一根头发丝都碰不到。南洛清，你疯了吗你竟然连本姑娘都当啊！你是不是活腻了呀你还打，我脸都疼死了！我要去和表哥告状，让他休了你这个毒妇！救命啊！表哥，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南洛清不仅
池子里去，企图是把我淹死。你当真这么做了？那是自然，表哥，你还不信我的话吗？而且这么多人看着呢，都看见他打我了，这种事怎么可能做得了假嘛？表哥，你可不能因为她是你的王妃你就包庇她，你要是真的包庇她的话，我就找陛下说理去。大人，妾身可没有这么做，全是楚轩儿一派胡言。你这个贱人竟然死不承认，这么多人都看见了，你竟然还敢不承认？那到底是打了还是没有打？自然是没有，不然王爷可以看一看楚轩儿身上到底有没有鞭痕。你身上可有鞭痕？自然是有的。楚轩儿信誓旦旦地掀开自己的袖子，白白净净，什么痕迹都没有。南洛清早就料到是这种结局，毕竟他打人的时候用了巧劲，伤的是皮下，并不会直接表现在皮肤上，自然是看不出来。痕迹在哪儿呢？既然没有痕迹，那你的话就是作假，还请王爷明鉴。王爷明鉴，王妃请下来给奴婢治伤，楚姑娘冲了出来，二话不说就对着王妃一顿打。那鞭子到底是谁的？一问不就清楚明了了。除此之外，楚姑娘落水完全是她自己不小心，与王妃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还不赶紧退下，是嫌不够丢人吗？本王帮了你，你不谢一句，就这态度？这怎么能算是王爷帮了我？明明是我帮了我自己。行，你要是这么有能耐，今天就自己去宫中赴宴。参见王爷。王妃呢？回禀王爷，王妃已经独自前往宫中。进宫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有人掉到沼泽地里去了，快来人啊！南洛清本着一颗医者仁心，也顺着人潮过去看看，就看见一个5、6岁的粉雕玉琢的孩子，半个身子都陷入到泥沼之中。小孩一开始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直到周围人的反应，他才意识到自己恐怕是碰见了了不得的危险，但他表现得比旁人淡定得多。南洛清竟从他的身上看到几分自己小时候的模样，倔强又不服输。他拆了一处门板，提着门板往泥沼地快速而去。这女人是疯了不成？竟然自己往泥沼里跑，不要命啊！可能是想逞英雄吧，就连大内侍卫都没有办法将那孩子救出来，他凭什么本事能将人给救出来啊？这话又说回来了，这孩子面生的很，恐怕不是什么高官名门之后，死了也就死了，没有必要费那么多的心思，为了救这个孩子将命搭进去，大可不必。你们可别说了，还是看看南洛清那女人是怎么丢脸的吧。自己一个人去也就算了，竟然还抱着一个木板去，是嫌陷下去的时间不够快吗？路过此地的大皇子秦泰然听到喧哗声，往人群之中看了一眼，他的目光自然而然地落在南洛清身上，一时竟移不开了。姑娘，你有把握救小少爷吗？自然是有的。南洛清先是小心翼翼地将木板平放在他的身边，他就坐了上去，再用巧劲将小孩从泥地里拽了出来。谢谢姐姐救了我的命。没什么，举手之劳而已。姐姐能等我长大吗？啊？我以为吧只能以身相许，所以才问姐姐能不能等我长大，我来娶你。你才多大的年纪就想着娶妻生子啊？你还是快跟嬷嬷回家去吧，不要再到处乱跑了。哎呦，孩子童言无忌，还请姑娘别往心里去。这位姑娘不知如何称呼，刚才本皇子见你聪明机敏，十分敬佩。南洛清，原来是元安侯府的南姑娘。秦泰然淡笑不语，毕竟他知道秦玉修对南洛清不感兴趣，秦玉修喜欢的一直都是那个叫做宋玉犬的姑娘。南姑娘留步，本王还有一些话与你说。
大皇子和小女子第一次见面，能有什么话好说的？本王就想问问南姑娘，是如何得知在泥沼地里救人的方法？书上看的。哪本书？不记得了。王妃，你在做什么呢？闲聊，王爷看不出来吗？闲聊什么？让本王也听听。这个你就得问大皇子殿下了。啊，皇兄误会了，刚才见皇嫂不费吹灰之力地将一人从泥沼地里救出来，皇帝就多问了2句。再加上皇兄刚与南姑娘成婚，竟然没有一起来宫中，皇帝同样好奇不已。本王不过是给王妃取衣裳去了，耽误了点时间，倒不知道在旁人眼中竟然这么多层意思。夜深路重，王妃可得保重身体。秦玉修又整什么幺蛾子？是要在秦泰然面前宣布占有权吗？本王还以为誉王并不喜欢新娶进门的王妃。本王喜不喜欢，何须与你们知会。宫宴即将开始，皇帝这就先过去了。王爷，你要的东西属下已经取来。御林军那群废物，必然是拦不住你的。安宇收好装着天山雪莲的锦盒。王爷，您的披风呢？小心着凉啊！还请王妃将披风送还。王爷身子弱，受不得风。这披风是王爷亲自送的，既然已经送了出来，就没有要回去的道理啊！要不然被世人知晓，还以为堂堂的誉王殿下小气至此。你和秦泰然是什么关系？不就是萍水相逢的关系吗？还能是什么关系啊？可本王却见不得秦泰然是那样看待你的，真没看出来，你还挺有本事的。同为男人，秦玉修看出来秦泰然对他极有兴趣，他可不想自己的东西被人染指。妾身有没有本事？那天晚上，王爷难道不知道吗？记住你的身份，最好安分些。那就要看王爷的表现了。你真以为秦泰然会看得上你？王爷这是吃醋了？是觉得自己比不上其他的男人？哎，上次你说的能够让我在学院举办的狩猎比赛中夺得魁首的事儿，是不是真的？喂，我和你说话呢，你有没有听见啊？这里可没有叫魏的人，顾三公子谨慎开口。你这又是想耍什么花招？之前不是你问我的，说我若赢了比试就来找你。那也得看我们之间的交情啊！你叫我魏的话，我们之间可是一点交情都没有。你要是叫我一声小表妹呢，那我们之间的交情不就深了吗？南洛清说完，顾景柏竟觉得十分的有道理，好像的确是这样。于是顾景柏乖乖地叫了声小表妹。你上次说的送我弓箭，可还算话？自然，过几日就给你送到府上去。我可不是图你一个弓箭，我就是想看看你玩什么花样。三表哥放心，到时候啊，你会求着我要的。钟爱卿品酒也累了，看看歌舞解解乏。不过为了让大家看得尽兴，本宫添了个彩头，也就是百年难得一见的龙血汁，是疗伤圣药。本宫一直珍藏着，舍不得拿出来。既是高兴，就不存在什么舍得和不舍得的。钟爱卿高兴最好。那龙血汁可是治王爷腿上的第二个药引，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。既然是第二位药引，就得你去取来。为了让比试更加的公平，本宫邀请了楚国的皇子来当评委，想来最公平公正了。如果没有异议的话，现在就可以开始。众人不必猜测妙楚国皇子在何处，他就在那帘幕之后。你们虽看不清他，但他却是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你们的。如果大家准备的差不多了，就可以上来表演，不分先后。龙血汁本王势在必得，你要是拿不回，那么誉王府你也别回了。王爷未免太高看妾身了吧，
妾身有多少能耐，王爷难道不知道吗？让我上台，这不仅会输了比赛，到头来王爷脸上也无光啊。你说那龙血只是第2位要引，若是弄不来，难不成让本王等死？若是本王死了，你也得跟着本王陪葬。无论如何，今天这比试你都必须得上，而且只能赢不能输。萱儿，你不是最厌恶南洛清那个女人吗？如今她倒成了你的嫂嫂了，如今你天天与她在府中相处，难道就不会难受得很吗？你以为本小姐想和她相处不成？明明表哥最喜欢的是宋姐姐，那个女的抢了宋姐姐的一切，我见她就来气。要是宋姐姐还在的话，本小姐也不用受这么多的委屈。南玉薇不愧是上京第一才女，这一首琵琶弹得技惊四座。陛下所言极是，玉薇除了琵琶弹得好，也极有才华，而容貌也是上层，就是不知道时候是谁家的公子有幸娶了她。元侯与朕说过多次，这种事还得皇后娘娘多用点心。陛下既然都已经这么说了，臣妾明白的，近日啊就会将玉薇的婚事提上日程。本宫倒是有些好奇，到底是什么样的才艺能够令皇子满意呢？回禀皇后娘娘的话，皇子认为玉薇姑娘的琵琶技艺已经炉火纯青，世上无人能出其右。但皇子还是能从那曲风之中听出几分戾气。皇子以为玉薇姑娘以后得好好的修身养性，这样琵琶曲才能更上一筹。多谢皇子提出玉薇的不足之处，从今往后玉薇会勤加练习，一天都不敢耽搁，就是为了报答皇子的教导之恩。玉薇还年轻，本宫相信下一次玉薇的表演必然能名动京城。荒唐，竟然敢在殿前失仪，是不把皇家放在眼里了吗？陛下，皇后娘娘息怒，臣女最怕的便是虫子，这才一时没有忍住，还请娘娘恕罪，臣女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南玉薇不知那虫子是从什么地方爬出来的，但她知道自己的脸是南洛清打的，如果不是被打成这样，她又怎么可能成为这么多人眼中的笑话？既为世家之女，就得时刻保证端正姿态，而且还有贵客在场，你这么做太失礼了。爱卿请起，此事就到此为止，这也觉得无伤大雅。你还是好好的带他去诊治一下，这脸为何会变成这样？回禀陛下，是小女过敏才会如此，过一段时间就好了。既然如此，还是好好回去休息，不要来参加宫宴了。看来比试已经到了尾声，应该所有的千金都上来表演过了，那么就得评选出魁首。显而易见，魁首就是慢着，誉王，你是有什么事儿要说吗？比试还没有结束，还有一个人没有上场。王爷，你可别乱来，有些话就像泼出去的水，收不回来的。本王的王妃还没有比试，怎么能算是全部都比试完了呢？我没听错吧？我那琴棋书画样样不通的小表妹也要上台比试？太丢人了！我现在恨不得找个洞钻进去。三哥，你注意言辞，哪有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道理？不管怎么说，洛清也是我们的小表妹，我们得给她助威才行。南洛清到底有多少能耐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这么多年她丢脸的次数还少吗？你何时听过她会唱曲儿还是会弹琴呢？我就知道小表妹是将那誉王殿下给得罪惨了。誉王殿下宁愿自损800，也要伤敌1000啊！我倒不这么认为，
誉王殿下对小表妹倒是挺好的，上次在元安侯府，就是誉王殿下出面帮了小表妹。那你说誉王殿下为什么要让小表妹上台出丑？不就是为了给她难堪吗？之前我就听说誉王殿下对这门亲事十分的不满，如今看来那些传言一点错都没有。誉王殿下哪是对这门亲事不满，他根本就是对南洛卿恨之入骨啊！可是，哎呀，你就别可是了，你就信我一句吧，毕竟这世上只有男人最懂男人。这死丫头还真以为自己有本事与玉薇叫板了不成？也不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。哼，有南洛卿当垫背的，旁人很快就会忘记女儿刚才所出的糗。刚才那事你也别放在心上，这段时间你就先在闺阁之中不要出去，等时间久了，风波过了，旁人也将此事忘得一干二净后，你再出来。到那个时候，你还是名震京都的第一美人。多谢父亲，父亲的心意，女儿都明白的。不知道誉王妃要表演什么才艺？南洛卿可不喜欢被人嘲讽，既然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他可不会一味的退让。他猛地站起，冰凉的视线落在秦玉修身上，而他的手从侍卫安宇的腰间抽出了一把佩剑。你是恼羞成怒，打算杀了本王？妾身是要王爷好好的看看，妾身是如何惊艳四座的。他的确是不懂琴棋书画，但他倒是18般武艺样样精通。不知道誉王妃需不需要配乐？若是大皇子方便的话，求之不得。自然是方便的。秦泰然的乐声一起，南洛卿就伴随着乐声起舞。当然，仅仅是一个剑舞而已，竟让人感受到战场上的金戈铁马。唉，王爷心情不好，拿什么东西出气都行，为何偏偏拿着重金打造的轮椅出气啊？这个女人哪来的能耐？我之前怎么从未听说她会什么剑舞？难不成往常是在扮猪吃老虎？哼，她这个女人心机果然是深沉，要是不把她除了，以后后患无穷。本姑娘算是着了这小贱人的道，既然对其掉以轻心，要是以后让她发展起来了可还行？要弄她，必须得短时间内解决了她。三哥，你看到了吗？小表妹七擒四座呢，就连南玉薇的琵琶都比不上小表妹的剑舞。小表妹真的做到了。哎，瞧见了，小表妹还真是字字令人惊喜啊！不知道下一次还能碰到什么样的惊喜。剑舞结束，皇后娘娘例行询问楚国皇子的意见。皇子觉得如何？誉王妃能拿个什么样的成绩？就在众人期待楚国皇子的回答时，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娃娃从太师椅上跳下来，将自己的小手挤到他的掌中牵着，众人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。楚国皇子竟然是个屁点大的小孩，难怪要待在帘幕之后。而这样一个小孩竟然能听出来乐声才艺的好坏，还真是稀奇。姐，我觉得假的都配不上你了，你的剑舞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好看的。我就是知道。皇子与誉王妃之前认识？前不久，小殿下在泥沼地里出现了危险，四周无人敢上前一帮，只有誉王妃娘娘愿意出手相救，小殿下这才得以脱困。泥沼地可不是一般人能进的，就算能将人救出来，也是九死一生。没想到誉王妃还有这种能耐。不过是碰巧在书上见过，陛下谬赞了。好了，既然比试已经结束了，总得评出最好的表演。不知楚国皇子心中最好的成绩是谁呀？誉王妃甲等，自然是誉王妃胜出。
既然是玉王妃胜出，这些彩头都送到玉王的府上。之前还从未听过玉王妃会剑舞，怎么藏着掖着这么多人？回禀陛下，其实洛清的剑舞是微臣教的，毕竟微臣是个武将，也经常在家中舞剑。洛清看久了，耳濡目染之下，自然就会了。陛下误会了，元安侯哪有什么舞剑的能耐？若是真要和元安侯学，恐怕学的也只是如何阴奉阳违、宠妾灭妻之道。南洛清，你别忘了本侯是你的亲爹。原来元安侯记得我是你的女儿，那怎么连女儿的嫁妆都贪呢？你要的东西，明日就会送到府上。本侯那不是贪你那点嫁妆，本侯是担心你年纪小，管理不好那些财物。这样啊，侯爷放心就是，娘亲留给我的东西，就算是烂在我的手中，那也是我的，绝不可能被旁人夺了去。爹爹可看清南洛清这女人到底有多么的恶毒了吧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根本不顾爹爹的情面。从今以后，爹爹可别再心软。就算你将她当女儿，她可并未将爹爹当作父亲。爹哪知晓这丫头现在变得如此厉害，是一点亏都吃不得。既不是从元安侯身上学习的剑舞，你一个小姑娘，是从何所学？回陛下，臣女外祖家乃是顾家，顾家满门忠烈，耳濡目染之下，自会学一点剑舞。说的也是，若不是顾家，这一场战役还没有胜算。顾家重赏。玉王殿下，你要的东西妾身已经帮你弄来，作为交换，我要的东西还请务必交给妾身。你想要什么？我要那宋玉犬身边的侍女。为了解除诅咒，必须得查明死因。准了。秦泰然竟追了上来。此嫡子与皇嫂有缘，就想赠与皇嫂。皇帝是觉得我们玉王府连一只玉笛都没有不成？再说，本王的王妃收其他男子的礼，不合适。啊，皇兄说的极是，是在下欠考虑了。秦泰然对你倒是上心。秦玉修从未觉得秦泰然如此惹人厌过。并不是所有人都像王爷这样冷心冷肺。你是觉得秦泰然比本王好？王爷怎的如此没有自信啊？南洛清这个女人就是淫荡，竟然敢当众对表哥做这种事，她到底有没有羞耻心？话虽如此，可玉王殿下也没有避开呀，所以说玉王殿下也是十分享受的。享受什么享受？是干净纯洁的表哥被那个女人给玷污了。你刚才在做什么？若不是妾身，那天上雪莲就被人发现了。王爷不感谢妾身就算了，怎么还质问上了？你不是说那味药是用来做药引，怎么就这么吃了？最好激发药效的办法当然不是这种，可事态紧急，这样吃了也是一样的。而妾身的后槽牙还藏着好几种药呢，自然是妾身来吃才能喂王爷啊。在马车上，南洛清给秦玉修的腿针灸了一番，又放出点毒血。秦玉修竟觉得腿上阴寒沉重的感觉轻了很多。在给他施针的时候，南洛清离他很近，秦玉修的视线就不由自主地落在他的红唇之上，他的喉结不由得滚动一下。让开！玉王爷，妾身好心给你施针，你没必要把我当杀父仇人吧？去哪儿？睡觉啊。王爷好兴致不想睡，妾身可困得要命。王爷不用如此心急，等时机到了，妾身自然会为你医治的。天山雪莲还没有完全消化，就直接用融雪汁的话，只会适得其反。王爷是否觉得王妃太过于奇怪？她那剑舞并不像是随便舞的，反而更像一种奇特的武功。的确如此，她身上藏着不少秘密。王爷，属下担心他是陛下安插在王爷身边的人，属下就是担心王妃给王爷用的药有问题。那药若是有问题，最先毒死的不应该是他吗？
王妃的刻意亲近或许是伪装，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王爷的信任，所以关于王妃的事，属下认为不得不防。那就派人盯着，看他能搞出什么花样来。皇后娘娘有令，传召玉王妃入宫。属下以为皇后娘娘是想拉拢王妃，又或者是想借着王妃之手对付王爷。王爷打算怎么做？盯着南洛卿，他若真的是细作，就没有留的必要了。洛卿也不必紧张，当初你娘亲在的时候，本宫与你娘亲的交情就不浅。一眨眼，你都这么大了。昨日你在宫宴上表现得极好，就连楚国皇子都对你赞不绝口，你还真是令本宫惊讶啊！皇后娘娘谬赞了。你娘亲去得早，女儿家的事情也没怎么与你说过。本宫瞧见你，就像是瞧见了自己的孩子。你与誉王刚成婚，许多为人妻的事儿，你心里还没有谱，可以与本宫说说，或许本宫也能帮帮你，也说不定。洛卿多谢皇后娘娘。南洛卿再次说话点到为止，皇后的试探无功而返，她的笑已经有些挂不住，语气也严厉了几分。你应该知道，这凤栖宫能来的没有几个，你是其中一个。皇后娘娘念在娘亲的份上，待洛卿不薄，洛卿已记在心中。行吧，本宫乏了。本宫给你做了几身衣裳，你一同带回去吧。哼，皇后娘娘之所以赏你东西，完全是看在你誉王妃的身份上。没有誉王府，皇后娘娘才懒得搭理你。既然皇后娘娘送了这么多东西，那自然是见者有份，我就先挑几件走。俗话说，山鸡穿得再好，那也当不了凤凰。皇后娘娘把这些衣裳送给了你，简直就是暴殄天物。楚小姐未免太过分了，那些明明是娘娘的东西，她竟然先挑。不急，你很快就会知道什么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王爷来所谓何事？是担心妾身将王府烧了不成？这些可是皇后赏赐给你的衣裳，你说烧就烧了。既然是皇后娘娘赏给妾身了，那这东西就是臣妾的，臣妾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。这烧了取暖，不也是一种用途吗？为什么将皇后送你的衣裳烧了？那衣裳留着会害人性命，烧了有何不可？害人性命？从何说起？那衣裳都被涂了雷公藤粉，而且那些药粉透在丝线当中，整件衣服都透着粉末，让人避无可避。而雷公藤在上京并不多见，南方倒是不少。雷公藤有什么危害？最明显的危害就是让人无法怀孕。看来王妃很想给本王生子嗣，对那沾有雷公藤粉末的衣裳避之不及。王爷未免太过自信了一点儿，王爷在那方面如何，自己心里清楚。难道那天晚上舒服的不是你？反正妾身不太满意。青儿，快让祖母瞧瞧，几日不见，怎么感觉青儿又瘦了？没有瘦，司女天天都吃得很多。祖母要是不信的话，就问我身边的侍女好了。多吃些好，来年祖母也能抱上个重孙。祖母，你最近感觉如何？手脚酸痛的症状可是好些了吗？好了不少。之前呐，无论请多少大夫都没用，说是年纪大了，都这样。可祖母当年呐，可是能跟着你祖父上阵杀敌的，怎么老了就不中用了呢？听说昨日你参加宫宴，一场剑舞名动上京，之前却不曾听你说你会剑舞。
嗨，舞剑那东西只要用心就会学会的，我背地里也花了时间偷偷的学过，就盼着有朝一日碰见了危险，能够靠着用剑来救自己一命呢。你若是找不到人学剑就与你二表哥学，他要是敢不耐烦教，你就说与祖母听，祖母肯定扒了他的皮。可祖母得先将身子养好，孙女才能够安心的练剑啊。上了年纪后腿脚越发的不方便起来，但说来也奇怪，被你的银针扎完后，竟然能起来走2步。等孙女给祖母治好了腿，祖母想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。真能起来走动？自然是能的。现在祖母的腿不就比以前好上许多了吗？来啦，怎么不和你表妹多说说话？祖母，10余年我都没有与南洛清有什么话说，现在更是没有什么话说。青儿能来一趟，就说明心里记挂着我们顾家。你以后看见青儿，可别再丧着一张脸，也别把青儿当作你军营里的那些兵。祖母，你不觉得南洛清突然变了个性子，很古怪吗？有你这样说表妹的吗？青儿来了这么多次，可有求过你帮什么忙？难道不是青儿帮我们解决了很多次麻烦？顾景话一滞，这一点他也想不通。你去祠堂跪着，想明白再出来。祖母，去跪着。南洛清，这世上怎么会有像你这般歹毒之人？你看看我的脸都被你给毁了。你还要脸呢？我还以为像你这样不要脸的人，不在乎脸会变成什么样呢。你这个贱人，哪有资格骂我不要脸？你还是承认了，我的脸就是你捣的鬼。王妃小心！我的手！你的脸是你自己作的，与我有何关系？不是你还能是谁？我就是从你的院子离开之后，脸才开始发痒的。你不承认有什么用？我可有碰你？可有和你说过一句话？是我让你来我的院子的吗？你的脸和我无关。你还想狡辩？我不就是拿了你的衣裳后，脸才开始肿起来的吗？这事儿你总归是赖不掉的。衣裳是皇后娘娘赏赐的，宫里人将衣裳放在院子以后，本王妃可没有随意动过。你若是因为那衣裳伤了脸，那就更不应该来找我了，而是应该去宫里找皇后娘娘，去问问皇后娘娘到底在衣裳里加了什么东西，害得你的脸毁成了这副模样。一时间，楚薰儿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吵什么？表哥，你看，南洛清这个女人歹毒得很，趁你不在的时候就对我动手动脚，我的脸也成了这副样子。南洛清他肯定是想折磨死我。表哥，救命啊！你有证据证明是南洛清毁了你的脸？表哥，难道连我的话你都不信了吗？我这张脸都成这样了，以后没脸见人了。我怎么会拿自己的脸开玩笑，来陷害南洛清这个贱人？你来说。妾身刚回府就被楚薰儿劈头盖脸的一顿骂，说是妾身毁了他的脸。可今日妾身连话都没有与他多说一句，更莫说碰过他了。除了他早上来院里抢了妾身在宫中封赏的衣裳以外，也没有过多的接触。楚薰儿非说是我害了他的性命，妾身实在是冤枉。你抢了宫中给王妃的封赏？表哥，你别误会啊，我就是看那衣裳好看，皇后娘娘又送的多，我挑几件穿不过分吧？按理说，南洛清拿了封赏就应该主动送给我才是，哪还需要我主动去找他拿？既是你自找的麻烦，如何能怨到别人的头上去？滚下去！最近1个月闭门思过。秦玉修不过是念在楚薰儿已故的爹娘的面子上才对他客气些，要不然以他的脑子
早就被丢出誉王府了。表哥，我还是不是你表妹了？你以前根本就不会这样子的，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呀？你是不是什么都听南洛清这个贱人的？我都已经这么惨了，你还让我闭门思过？为何楚轩儿的脸会如此？你不是说雷公藤只会令人不孕？的确如此啊，雷公藤只会让人不怀孕。可是楚轩儿的院中有2棵大柳树，这柳絮加上雷公藤的粉末就会烂脸。你事先知晓，还让楚轩儿将衣裳拿走。誉王殿下应该十分了解楚轩儿是什么性子的人，他自己非得来抢，他既然想要，那我就给他好了。毕竟妾身可不像他那般小气。慢着，干什么去？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，这儿应该不需要妾身留下来吧？秦玉修习惯了南洛清经常围着他转的日子，如今南洛清连正眼看他的次数都不多，令他心中憋闷得很。怎么？作为王妃，你不应该伺候本王？王爷这是舍不得妾身了，不过是分开一小段时间，王爷就忍不了了。你得意什么？你之前要的全儿身边的侍女不要了？自然是要的，现在妾身就跟着王爷去领人。没想到这阴晴不定的誉王殿下还有如此深情的一面。可是既如此深情，他为何不早早的娶了宋玉犬呢？王妃有所不知，并不是王爷不想与宋姑娘成婚，而是宋姑娘一直不答应与王爷在一起。哦，南洛清的确是不知道这件事，毕竟在原主的心目中，秦玉修是谁都配不上的存在，又怎么可能在宋玉犬这儿屡屡碰壁呢？奴婢查到的所有消息的确是这样的，就是宋姑娘总是有借口拒绝誉王殿下的提议，所以2人相处了5年，却一直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。这秦玉修也有今天，那宋玉犬肯定不是简单的人，要是一个普通的姑娘能得到秦玉修的青睐，早就迫不及待地爬上他的床了。王妃这么说王爷，恐怕有些不好。你以为你是谁？真以为嫁给誉王殿下就能成为誉王府的主人吗？你给宋姑娘提鞋都不配。哦，看来你这丫头心机不浅啊，对宋玉犬还算是忠心。那既如此，本王妃倒是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忠心耿耿。王妃娘娘请坐。唐月，狠狠的打，打一巴掌，王妃送你一片金叶子，然后打一下还得问一遍，到底本王妃好还是宋玉犬好？王妃，您就放心好了，奴婢定会完成，不辜负王妃的托付。你们除了屈打成招，还能有什么招数？像宋姑娘就绝对不会这样对待下人，难怪王爷看不上你。说，到底是我们王妃更好，还是你那宋狐狸精更好？你以为打了我就会害怕不成？我对宋姑娘的忠心日月可见。我们家王妃美艳动人，宋狐狸精除了会勾引男人以外一无是处。你眼睛瞎了，觉得宋狐狸精更好？宋姑娘自然是好的，至少宋姑娘心地善良，不会像你们这样非打即骂。又是干脆利落的一巴掌。唐月自打上手之后，简直是快准狠，将春香打得措手不及。哼，你要是不想受这些皮肉之苦的话，就早点识时务的说王妃才是最好的，要不然你少不了一顿毒打。你凭什么这么说宋姑娘？你又不了解她，又怎么会知道宋姑娘是极为善良的女子？像宋姑娘那样的女子，就连地上一只蚂蚁爬过，她都不忍踩上一脚。再看看南洛清，她不仅骄蛮霸道，还草菅人命，是你执迷不悟，跟了这种主子。瞧你这话说的，难道宋玉犬从来不吃肉不成？难道有毒蛇就要吸宋玉犬的血？他还主动献出自己的血不成？不过是装得好罢了。
瞧见了吗？这都是王妃赏给我的。你的主子应该是没有这么大方的吧？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你跟了一个不好的主子，才会落得如此凄惨。你要是早点弃暗投明，跟了我们家王妃，这些好处你不也有吗？书书里面有多少片金叶子，就打他多少巴掌，留他一口气，本王妃还有用。南洛清进屋躺了一会儿，门外响起规律的巴掌的清脆响声。虽说唐月的手打得很疼，但他的情绪却是十分的高亢的。这可是王妃交给他的第一个重要任务，他可不能马虎，一定要好好的教训春香，不能少打一下。妈呀，快醒醒！你还有27个巴掌还没挨呢。不论怎么晃，春香都没有动静。王妃娘娘，是奴婢办事不力，没有在那丫头昏倒之前将所有的巴掌打完。不碍事，等她醒了继续打便是。饿了吧？我们去吃点东西。王爷掐着饭点来，很难不让人怀疑啊，王爷是为了蹭饭啊。你在这儿弄什么？王爷，这是妾身给自己做的，没准备你那份儿。秦玉修假装没有听见，尝了一口之后就停不下来，一口接着一口。这东西味道不错，是怎么做的？就是一些乡野小菜，没想到王爷也喜欢啊。以后多做一些。他这是死了？没呢，王爷心疼了。一个丫鬟罢了。王爷，时候不早了，妾身想要休息了。饭都已经蹭他的了，不会连床也要蹭他的吧？王妃似乎是忘了自己的身份。事后本王休息，不是应该的。王爷可是要在妾身的院中留宿？不可以吗？本王在府中只有你一个妃子，在这留宿有何问题？那个，本王妃身子不太舒服，恐怕没有办法伺候王爷了。你以为本王是让你侍寝？本王不过是想让你用第二味药罢了。既是用药，王爷会自己院子即可，何必说得如此暧昧？你干什么？我要进去伺候王爷，你别碍事。哼，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才对吧？你一个大男人进去破坏王妃和王爷的感情做什么？你到底想不想王府添小世子了？这和小世子有什么关系？王爷是找王妃治腿的。那就只能说你脑子不太灵光。王爷什么时候治疗腿都可以，为什么偏偏要等夜深人静的晚上？难道不是为了发生点什么吗？哼！再说了，像王妃这么美艳的一朵娇花在王爷的面前晃悠，王爷若是一个正常的男人，就应该将我们王妃吃干抹净。你一个女子怎么能说这种虎狼之词？说这些东西怎么了啊？难道这不是事实吗？你要是真为了你家王爷好，既不要进去横插在王爷和王妃之间。再说了，他们两个人感情好了，王爷的心情自然就好啦。那么王爷不就不折腾你们这些人了吗？龙血汁暂时还不能用，还得等几天。妾身先简单的帮王爷排一下毒，这过程可能会有一些疼，王爷忍着一些。南洛清施针的动作一如既往的认真与轻柔。秦玉修一开始还在看着南洛清施针，看着就泛起了困，便不知在什么时候就睡着了。南洛清一直忙碌到后半夜才将一部分毒血放完。做完这一切后，他困得不行，就直接趴在床边睡着了。王爷救命！南洛清的奴婢非打即骂，求求王爷看在宋姑娘的面子上，救救奴婢！你不是一心寻死吗？这样不正合你的意？春香惊恐地望着秦玉修，她没想到这种话竟然是从王爷口中说出来的。明明当初王爷是对宋姑娘那般体贴的，爱屋及乌之下，王爷对她也是极好的，怎么能因为南洛清那个女人嫁进来以后，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？王爷恕罪，昨天是奴婢说错了话，还请王爷救奴婢一命。
你既已是王妃的丫鬟，就得听王妃的，而不是念着旧主子。王爷，难道你不念着宋姑娘吗？宋姑娘才离开多久，王爷就已经将宋姑娘忘得一干二净了吗？你是什么身份，与王爷说这种话？你别以为爬上了王爷的床就能高枕无忧了。宋姑娘会永远在王爷心中的位置，你根本取代不了她的位置。南洛清懒得与这傻子争，只让唐月将昨天的27个巴掌还上。王妃娘娘，昨晚王爷是不是太厉害了，折腾的你连路都走不动了？瞎说什么呢？我那是睡觉姿势不好，腿麻了才会这样的。哎呀，娘娘不必不好意思，奴婢都懂的。只盼着以后王爷能经常来娘娘这儿，这样一来，以后就没人会欺负娘娘了。这种事让奴婢知晓，奴婢也不会到处乱说的。哎，今日娘娘想吃一些什么，奴婢这就去准备。娘娘可别劳累太过，养精蓄锐才是要紧事。南洛清意识到怎么解释都行不通后，他也不在这个话题上继续。随便吃点就好，反正这院子里只有我们2个人。宋玉泉的死因一日不查清楚，他饭都吃不香。王爷不会如此绝情，王爷对奴婢是有感情的。王爷若不对奴婢有感情，为何之前对奴婢百般照顾？这帕子是王爷的贴身物件，本王妃有幸见过一次。你是宋玉犬的丫鬟，收藏王爷的帕子是什么心思？南洛清没有忽略春香望向秦玉修时眼中浓烈的爱意。如果说春香对秦玉修一点兴趣都没有，他是绝对不信的。奴婢的确只是个婢子，身份低微，但王爷是人中之龙，奴婢不过是仰慕王爷，有什么错？所以你和宋玉泉喜欢上了同一个人，也就是誉王殿下。于是你就怀恨在心，找机会将宋玉泉给除了，又栽赃到本王妃的身上，你倒是乐得逍遥自在。奴婢没有杀宋姑娘，当奴婢发现宋姑娘时，她就已经断气了。谁知道她是怎么死的？你休想诬赖在奴婢的身上。那也就是说，你知道宋玉泉不是本王妃杀的。你在本王妃看见宋玉泉的尸体之前，你便已经知道她已经死了，但你还是将这一切都推到我的头上，让我来当那替罪羊。不是的，奴婢不是这个意思。奴婢知道凶手是谁，凶手就是王妃。奴婢就是一时着急，说错了话而已。可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，你再想狡辩也无用。安风，你可听清楚了？属下这就与王爷禀报此事。同样都是做奴婢的，你怎么就如此贪心？主子锦衣玉食的养着你，你竟然和主子抢男人！王爷不该与妾身道歉吗？你还是第一个有胆跟本王要道歉的人。妾身帮王爷解腿上的毒已经卓有成效，王爷也得答应妾身做一件事来当做补偿。你想要什么？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，王爷点点头就能做到的。远安侯府不是会在近几日送来本来属于妾身的嫁妆吗？那些嫁妆里有好几家铺子，妾身是觉得给谁打理我都不放心，想亲自打理，所以想让王爷不束缚妾身的行踪，给我一个自由。王妃要做生意？怎么？难道在王爷的心中只有男人能做生意，女人就不能做生意了？哼，那么王妃到时候生意失败，不会抠鼻子？你才会做生意失败，你全家都做生意失败。在妾身的字典里，只有赢没有输，何况我也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。既然我已经决定要照料好娘亲留下来的铺子，那就绝不会让他们败在我的手上。准了，就照你说的去做。王爷就这么放王妃出去，会不会生出其他的祸端？他既行踪如此奇怪，就让他做好了，到时候总归是会露出蛛丝马迹的。王爷英明，那么那个叫做春香的丫头该如何处置？送到大理寺去，让大理寺的人处理便是。回禀王妃娘娘，王爷下令将春香送到大理寺去，王妃可同意？
你们直接带走就是了。等等，王妃可还有什么事儿吩咐？吩咐倒算不上，就是你要送人去大理寺的话，本王妃与你们同去。大理寺是个煞气重的地方，王妃要是去的话，恐怕会引起身体的不适。像春香这样的丫头，属下将人送去就是了，不需要王妃专门跑一趟。我倒不是专门为这丫头去的，只不过我的大表哥顾景天乃大理寺少卿，我只是想顺便去见一见他。其实是为了拉近关系，他昨天买了不少好东西，想送到大哥，缓和一下双方的关系。原来如此，那属下去给王妃准备车马。小表姐怎么也在这儿？小表妹怎么来了？这种地方不适合你这样柔弱的姑娘来。那小表姐不也是来了？既然小表姐也能来，那我就能来。小表妹来这儿做什么？哈，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有个丫头不懂事，送来大理寺教训一下。然后我就寻思着，这大表哥也在这当差，我就买来几件不错的补品，亲手送给大表哥。大哥他恐怕是没有什么心情收礼的。可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一些顾家的私事而已，与你没什么关系，就不需要你操心了。小表姐这样说就不对了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顾家的子孙，无论顾家碰见什么样的麻烦事，我也是有责任来管的。那么这件事情可就说来话长了。你知道那个楚国的小皇子楚云冉吧？他来齐国主要是为了谈一笔兵器的生意，陛下向楚国买了一批价值不菲的兵器，却没想到楚国竟然坐地起价。然后呢？这件事和顾家和大表哥又有什么关系啊？若是以前的话，关系肯定是不大的，但现在不同了，陛下将谈生意这件事情交给了大哥来办。若是国库充盈的话，价格贵点也没什么，但如今这情况你也是知道的，灾情四起，还有东都对我们虎视眈眈，国库的银子不够，就只能给出一个相对低的价格。如果说掏空顾家的家底，能补上这5万两黄金吗？顾景荣手头上还有一些攒的嫁妆钱，如果大哥真的已经无路可走了，他可以将这些钱拿出来。表姐，你这个想法是不对的。掏空顾家凑够5万两黄金的话，顾家一大家子该怎么活？让祖母那么大年纪喝西北风吗？而且就算真的凑够了5万两银子来填补这个亏空，可有一就有二，那下一次呢？下一次若是需要50万两黄金呢？小表妹你说的对，这么想是不对，可大哥进退两难，楚国皇子又不愿让步。小表姐先别急，总归是有办法的，让我好好的想一想。小表妹，你素来是有办法的，你好好想想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帮帮大哥，最好是既不用高价，也能将兵器买下来。松手，这不是你任性的地方。我有办法救他，把他交给我。你什么时候学的医术？你别乱来，他是楚国皇子，身份尊贵，要是在你手上出事，你这辈子就完了。我自然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，但是楚云冉若是真的在大理寺出了事，大表哥也脱不了干系。既然结局都不可能会好，大表哥为何不信我一下？万一我真的有办法救楚云冉的命呢？你有把握救他？5成把握。5成把握就算了，免得将你搭进去。大表哥不会真的以为能够等来御医吧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不觉得这件事非常的巧吗？既然楚国皇子会在你的手上出事，那就说明有人乐见其成。既然有人乐见其成的话，又怎么可能让你等来御医呢？你看，小皇子的温度已经越来越低了，你若是再等一会儿，那就真的没有机会了。洛清，你别胡闹，你就算不喜我这个表哥，也不要在两国大事上乱来。顾景天依旧觉得南洛清在胡言乱语，毕竟以往不学无术的小表妹怎么可能懂得高深的医术？大表哥，小妹真的没有胡闹，你若是不相信的话，可以问一下小表姐，祖母的病是不是我治好的？蓉儿，你来说，洛清的医术如何？蓉儿的确是瞧见小表妹将昏厥的祖母治好，
祖母也因为小表妹的治疗，身体逐渐好转。当时太医也来过，说是小表妹的医术惊人，就连温太医也无法做到这种程度，可见小表妹的医术应该是不错的。洛清，我信你一回，你若是能将楚国皇子治好，表哥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。大表哥言重了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做这些事都是小妹应该的。哪来的小丫头，竟敢对着尊贵的楚国皇子动手动脚？你是不想活了不成？我看不想活命的是你，这是玉王妃，你还不跪下？顾大人，下官这是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玉王妃大驾光临，只不过此事关乎楚国皇子，自是体大，您可得三思而后行啊，不能让玉王妃的冒失害了大家呀。此事无需你担心，不论出什么事，都有本官罩着。可是哎，玉王妃哪懂什么医术啊？这不是瞎胡闹吗？没有什么可是。洛清，你别管其他，就照着你的想法做就好。王妃娘娘，你若是真有办法救小皇子，奴婢以后给您当牛做马。王妃娘娘想要开什么条件都可以。本王妃试针的时候不喜欢有人打扰，你去将闲杂人等拦在门外即可。没想到临死之前还能够瞧见仙女姐姐。先别说话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短时间之内，南洛清简单的查出楚云染吐血的原因是中了一种罕见的毒药，沾染上这种毒药后便会吐血不止，直至失血而亡。皇子能好起来，是上天保佑。是仙女姐姐救的本皇子，要谢就谢仙女姐姐。哼，如今楚国皇子的病好了，你怎么反而是一副郁郁寡欢的模样？难道皇子的病好了，不是你所想瞧见的吗？怎么会呀？顾小姐，你可别血口喷人呐！本官那是开心的不太明显而已。楚国皇子的病情能好，本官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哼，你最好是这样想的。小表妹，我是真没想到你有如此能耐，连那般危急的情况都能淡定地医治好小皇子。要是没有你，我们顾家恐怕是凶多吉少了。情况的确是危险，好在我带的药足够多。这楚国皇子好端端的，为什么会吐血呢？可是吃了什么东西？出事以后，本官就封锁了大理寺，将所有人都控制住，就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这儿。要想查清事情的来龙去脉，给本官一点时间。是谁派你来的？你这么做又是有什么样的目的？没人派我来。既然你不愿意说，那就压下去，酷刑伺候。为何杀了凶手？他这样的人死有余辜，这么多人在这儿看着，大人你可千万不要妇人之仁，只有让这妇人死了，才算是给楚国皇子一个交代。可本官没有问出来他的幕后主使是谁，你就动手杀了他，难不成你是想包庇他背后之人？哎呀，大人冤枉下官了，下官怎么敢有那种心思啊？下官这么做完全是一时糊涂，脑子一热就这么做了，根本就没有想太多。而且下官这么做也是有好处的，好处就是这个凶手不会再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来，楚国皇子是安全的。鬼扯！来人啊，给我将这妇人身上好好的搜。四正搜了一圈，从夫人的手臂上发现了一个青色的印记，这个印记属于东渡国的杀手，可见这一次的刺杀是东渡国阴险的手段。大表哥，小妹觉得这大理寺丞并不简单，当时那妇人连连看了他好几眼，似乎是认识的样子。那妇人本来就有话要说，可大理寺丞迫不及待地动了手，而且还一剑封喉，这种行为太过奇怪了。小表妹说的极是，这是我没有考虑到的地方。此人是东渡国派来的细作，你们将茶壶还有人都送到宫中去，顺便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与陛下说清楚。属下遵命。下官就说嘛，这细作留着万分危险，还是早些处理为好。下官这可是立了一件大功啊！还有下一次的话，你就滚出大理寺。顾大人，
你这么说未免太过于霸道了些。下官这么做为了什么？不还是为了楚国皇子还有您的安危吗？万一这人又对你们出手，该当如何？谁叫你的可以随便对俘虏动手？幕后主使都还没有问出来，你就将人杀了，难不成是要杀人灭口？大人，您这就是冤枉我了。我可是一颗心都向着齐国和大理寺，一颗心可招日月。再说了，这个细作到底是谁的人，不是很清楚明了了吗？他不就是东渡国派来的人吗？他一个细作是凭借什么本事进的大理寺？难道没有内应吗？本官还没有将内应问出来，你就急不可耐地将人杀了，你这不是做贼心虚是什么？若是大人都是这么想下官的话，下官的确是无话可说。皇子，你要么去内殿休息一会儿，买兵器的事儿我们可以等来日再商量。仙女姐姐慢着，本皇子有话和你说。小皇子可还有什么要说的？仙女姐姐又救了本皇子一次，本皇子不知要如何谢仙女姐姐。要么仙女姐姐和我提一个要求，不过这个要求必须是本皇子力所能及的，这样才好报答仙女姐姐的救命之恩。让你帮我个忙？你这么问的话，我一时间可还真没想到让你帮什么。仙女姐姐和这个大哥哥是亲人吗？是啊，怎么了？如果大姐姐不介意的话，本皇子愿意把那一批兵器送给你。啊？可以如此草率？本皇子说话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既然本皇子决定把那些兵器送给仙女姐姐，那么本皇子绝对是好好考虑过的。小表妹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小表妹，你既有能力解决顾家的燃眉之急，求求你千万不要拒绝。这批兵器对于顾家来说太重要了。大表哥是怎么想的？这批兵器我们齐国势在必得，可国库拨给我们的银子没有那么多，就只能与楚国讨价还价。可谈了好几天，还是不见楚国皇子让步，还以为楚国皇子在大理寺受了伤，这笔生意是谈不成了。倒是没想到楚国皇子对小表妹你如此依赖。小妹懂你的意思。你若是真的愿意将那些兵器无条件的送给我，那我也会帮你一个忙。你怎么会知道？这可是我们皇族的秘密。因为我把过你的脉，这样一来我们也不算是谁亏欠谁的，如何？南洛清在给楚云然把脉之时，意外地发现他身上还藏着一种不治之症。对于当下的大夫来说是不治之症，但对于南洛清来说却不是什么疑难杂症，只不过是需要费点功夫而已。那我们说好了，仙女姐姐帮本皇子治病，本皇子帮仙女姐姐解决燃眉之急。兵器的事儿算是谈妥了吗？姐姐，你就放心吧，等下你们弄个文书，本皇子签字即可。这皇后楼的厨子都有读心术吗？竟然能猜到我喜欢吃的是什么菜色。小表妹这就误会了，其实是大哥一直都记得你的喜好，这么多年都没有忘记。好了，不过是一点小事，不足挂齿。倒是小表妹今天帮了表哥一个大忙，请你吃一顿饭是不够的。我们都是亲兄妹，说什么谢不谢的，未免也太见外了。堂兄，您就别取笑小女了。小女的才学在大皇子面前就是班门弄斧，哪有卖弄的必要？哎，堂妹，你这么说可就太过于谦虚了。纵观整个上京都城，你的才学是众人有目共睹的。你若是敢认第二，可就没人敢认第一。小女也就只有在堂兄眼中才学还算不错。哎，此言差矣。除了在下之外，大皇子同样觉得你的才学十分的好啊。等下刚好有花灯会，堂妹不如露两手，让大皇子更加深入了解下你。哈哈，南姑娘的才学的确极好，就连本皇子都自愧不如。
大皇子不必谦虚，小女子就十分仰慕大皇子的才学，就盼着有朝一日，大皇子能点拨小女子一二。参见大皇子殿下。你们不必多礼，既然是在外面，就不需要这么多的繁文缛节，叫本皇子秦公子即可。姐姐怎么也在这吃饭？不得不说，小女子十分羡慕顾公子还有顾小姐。小女子与姐姐是亲姐妹，姐姐待我却不如你们亲厚，不知道小女子做错了什么，惹姐姐生气了。南玉薇，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，你自己心里难道不清楚吗？有你这么对妹妹的吗？玉薇好声好气的与你说话，你无端的凶她做什么？我既是她的姐姐，教训她那就是天经地义之事，轮得到你一个外人插嘴？大皇子，一切都是小女子的错。姐姐之前便不喜欢小女，是小女惹姐姐生气了，是小女的错。不是你的错，还能是本王妃的错不成？我在这儿好好的吃着饭，你非得上前阴阳怪气的，难不成是觉得你有赵文这个废物当靠山，就可以无所畏惧了？你既是长姐，就不能让着妹妹点儿？洛清是我的妹妹，你若是想为了你的妹妹教训我的妹妹，我也不会客气。顾大人，我就是随口说说，没有其他的意思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堂妹，你点的菜肴都要凉了，快些落座。没想到皇嫂还是如初见时那般英姿飒爽。大皇子谬赞了。哎，小表妹，你有没有感觉到大皇子一直在盯着你看？他要是喜欢看就看好了，反正我又不亏钱。小表妹，你近来的性子果真是愈发有趣起来，与你说话呀，我总是不自觉的开心。小表妹，你的医术是从什么地方学的？之前怎么从未听说过你会医术啊？你把小表妹当成什么了？不会是把小表妹当成你大理寺的犯人来审问了吧？医术呢，是小妹自学的，当时就在地摊上买了几本书，那书瞧着平平无奇，可里面记载了多种医术，我随便挑了几样来学，没想到竟然是失传已久的技艺。嗨，也只能说小妹我运气太好了，不是自通就学了这些。哎，原来从小摊上买书就能买到厉害的医术啊！看来下回我也要去小摊上看看，能不能买到一些经商的书籍。说起经商啊，我之后可能需要在这方面向小表姐好好的取经了。啊，你也对经商感兴趣？啊，算了，你还是别和我学经商了。你也知道，在齐国商人是最末等的，你要是学了经商，可没有机会出人头地。我已经是王妃了，何须要出人头地来证明自己？南洛清倒是被他的说法给逗笑。他之所以想经商，完全是为了赚钱，毕竟一分钱难倒英雄汉，这世上也就只有无比清高的人才看不上银子。既然小表妹想学，我肯定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的。对了，洛清，你与楚国皇子到底是怎么认识的？南洛清又将在宫中碰见楚国皇子，并且意外救了他的事儿给说清楚。宫中那边泥沼地已经有不短的一段历史了，只不过许多人不知道如何处理。先皇又说那地方其实是个福地，不能随便用沙石给填了，就一直荒废在那儿。大多数人是不会去那儿游玩的，也就只有像楚国皇子这样不懂事的孩子才会跑到里面玩耍。还好你将他救了出来，要不然我们齐国可摊上麻烦了。也对，楚国皇子若是在齐国境内出的事，楚国必然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如今齐国看着强大，其实早就已经内忧外患了。若是再被楚国摆上一道，齐国的处境怕是会更加困难。所以说呀，你不仅是我们顾家的福星，也是我们齐国的福星。其实以前小妹做了不少荒唐的事情，好在大哥没有放在心上，这过去了也就过去了。小妹在这以茶代酒，和大表哥道歉。好，一笑泯恩仇。我就喜欢我们这家子和和美美的模样，
皇子殿下，小女子有些头晕，大皇子能不能送小女子回府？赵文不就在这儿了？既然你的表哥就在这儿，不需要本皇子吧？毕竟本皇子总归是要避嫌的。大皇子说的是。皇嫂，好巧啊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大皇子怎么只和小表妹打招呼？我们几个人难道都不配得到大皇子的问好吗？只不过是与皇嫂更加亲近些，就先问皇嫂了。顾景天又与秦泰然寒暄了几句，就提出要送南洛清回府。我一个人回去就好了，我们两个府邸之间距离太远，大表哥又忙了一整天，没有必要专门送我一程的。你一个姑娘家走夜路不安全，还是让大表哥送你回去吧，我们多绕一些路没什么的。唉，我有侍卫的，那这个安风就是王爷给我的贴身侍卫，他武艺高着呢，回去的路上安全得很。大表哥，你就随我的意思吧，我真的可以一个人回去，不需要有人陪的。而且这里誉王府也没有多远的距离，能有什么不安全的？那好，你路上小心。其实皇宫与誉王府的方向是一致的，本皇子可以送皇嫂回去，绝对安全的很。小表妹，既然大皇子提出送你回府，你意下如何？不用了，这么晚大皇子还是早些回去吧，不用送我。大皇子，既然小妹她都这么说了，那就随她心意即可。皇嫂是在担心什么？本皇子难道会对皇嫂做什么不好的事吗？我可没有担心什么，只是不想平白欠别人人情罢了。哎呦，好妹妹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为了南洛清那个贱人哭，值当吗？凭什么大皇子对南洛清那个贱人青睐有加？明明我比南洛清那个贱人好那么多，为何大皇子眼中就不能有一个我？哎呀，表妹你先别急，男人就是这样的，越是得不到的越是感兴趣。其实啊，就是一时的新鲜劲儿。那个南洛清总是那副死人脸，或许大皇子啊觉得有点意思，等时间一长呢，大皇子就对南洛清没了兴致，到时候那整颗心不还是你的？可南洛清已经成婚了，南洛清还是大皇子的皇嫂，大皇子为什么宁愿看南洛清都不愿意看我一眼？为什么？你先别急，这不是还有办法吗？到时候直接将南洛清解决了，不就永绝后患了？表哥有办法？嗨，有的，我认识一些亡命之徒，到时候只需要……赵文俯身与南玉薇耳语，南玉薇的神情逐渐狠辣。还是表哥的办法好。那么这件事就拜托表哥了。事成之后，妹妹不会忘记表哥的恩情。到时候表哥想要的，妹妹也会想方设法的帮你拿到手。皇嫂不必紧张，本皇子不过是担心皇嫂的安危，这才骑马护送。等将皇嫂送回誉王府，本皇子自然会回宫中。南洛清嫌弃聒噪，偏头往秦泰然的方向扫了眼，随即不满地皱起眉头。他搞不懂秦泰然在想什么东西，为什么缠着他不放。就刚刚在黄鹤楼时，秦泰然就一直盯着他不放，那眼神中的侵略感他并不喜欢。王妃娘娘，大皇子倒是心善，竟然这么晚了还要送娘娘回府啊！可不见得是这样。若是大皇子真的心善，那他就应该知道男女有别，更何况是堂嫂子和小叔子呢？大皇子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，非要上赶着送我回府，那不是陷我于不义吗？是奴婢欠考虑了，没想到大皇子的心思这么深，那该如何是好啊？总不能将大皇子驱逐走吧？不用，反正没有多少路了。南洛清倒是没将这件事放在心上，毕竟他从来不在乎旁人的眼光如何，只看自己愿不愿意。夜深路重，危机四伏，这么晚了，皇嫂还没有回去，皇兄应该会担心的吧？
其实作为男人，应该陪伴在心上人身边，才是应该做的。皇嫂，你也觉得本皇子说的有理？大皇子平时都这么闲吗？连别人的私事也感兴趣？倒也不是闲，本皇子其实对旁人并不会涌现出这种想要窥探的欲望。除了皇嫂令本皇子十分好奇以外，本皇子还从未对谁如此过。看来大皇子认识的人还不够多呀，应该多认识一些，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。可上京众多女子，可没有几个人能有像皇嫂这般英姿飒爽，殿上的一舞剑舞，令本皇子念念不忘。大皇子此言差矣，这上京上千名千劫，会舞剑的不在少数，未必是本王妃舞得最好。这倒是皇嫂不知情了，就算旁人剑舞舞得再好，也比不上皇嫂的一根头发丝。所以说，大皇子殿下和南于威也是说同样的话。皇嫂肯定误会了，本皇子从来不会对旁人说这种话。再说，本皇子对玉薇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感情。你们两个人的关系，大家不是有目共睹吗？要不然怎么会一起来黄鹤楼呢？其实，并不是玉薇邀请本皇子来的，是玉薇的表哥赵文所邀请。在邀请之前，本皇子也不知道玉薇会来，但都已经来了，自然是一起吃一顿。若是皇嫂觉得本皇子与玉薇吃饭，皇嫂不高兴，那么本皇子下一回便不与他们一起。大皇子想和谁在一起，那就和谁在一起。我这个做堂嫂子的哪有资格指指点点呀？殿下还是用心看路吧，免得跌了跟头。其实本皇子与皇兄相比并不差，就不知道皇嫂为何对皇兄执迷不悟。殿下为什么要问我这样尴尬的问题？若是大皇子真的想知道答案，不如去问玉王殿下。想来玉王殿下是很乐于告诉你真相的。皇嫂说笑了，听说皇兄不喜欢热闹的场面，过几天的花灯会，不知道皇嫂愿不愿意来看。若是皇嫂喜欢的话，本皇子愿意代替皇兄照顾好皇嫂。不必。娘娘，可是发生了什么？有刺客。娘娘不必担心，这有奴婢呢，只要奴婢还有一口气在，奴婢就不会让娘娘出事。他从腰间拔出软剑，这是他让人打造的宝贝，在危急时刻可以救人一命。娘娘，你怎么随身携带如此危险的武器？你把这剑给奴婢，奴婢出去和他们拼了。你在这好好的待着，本王妃去会一会他们，看看他们是什么人派来的。南洛清二话不说就冲上前，一脚踹飞了一个黑衣人，将秦泰然救下。南洛清并不会什么漂亮的招式，但他杀起人来快准狠，而且攻击的都是重要部位，几乎是一剑毙命。过了半晌，黑衣人们都死绝了，一半是死在安丰的手下，一半则是死在南洛清的手下。没想到皇嫂的武功极好。秦泰然高兴的是，皇嫂并没有丢下他，而是不顾一切的出手救了他，可见他在皇嫂的心目中有不低的位置。倒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大皇子的武功竟然如此的来。皇嫂，本皇子的手受伤了，不能再骑马，就是不知道皇嫂能不能用马车送本皇子一程啊？听说皇嫂的医术也很不错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帮本皇子将手臂包扎好。还是让侍女来吧。王妃娘娘自幼十指不沾阳春水，哪儿懂得什么帮人包扎的活？大皇子殿下，这种活还是让奴婢来吧，奴婢最擅长包扎伤口了，而且必然动作轻柔，绝对不会让大皇子感受到半分疼痛。啊，听说皇嫂可以为楚国皇子医治，怎么就不能为本皇子医治？按理说，本皇子应该是与皇嫂更为亲近些。王妃殿下读了那么多的圣贤书，难道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的道理吗？不过是一点小伤而已，那兵器上没有毒，大皇子殿下伤内并不严重，让唐月来正合适。皇嫂，不知还有个小忙，皇嫂帮不帮？殿下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就是本皇子这副模样回宫的话，恐怕会让父皇还有母后担心，所以本皇子想在皇嫂这儿借住一晚。
等伤好的差不多的时候再回宫。南洛清知晓，若是拒绝的话，秦泰然肯定会想其他的法子缠着他，于是点头答应。娘娘，奴婢觉得这样可不行。大皇子看上去好像对娘娘有意思的模样，居然直接追到了府中来。可娘娘已经成婚，也有了夫婿，大皇子这么做，不就是让娘娘难办吗？无碍，以后避着他点就好了。王爷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回去休息啊？这儿就是本王休息的地方。王爷似乎是忘了，这是妾身的院子，王爷休息的地方在隔壁。这儿既是本王的王府，都是本王的院子，本王想在哪儿睡就在哪儿睡。既然王爷想这么做，那就随王爷好了，妾身先去休息了。啊，王爷这是做什么？秦玉修的嗅觉十分敏感，不过是刚接触，秦玉修就从他的身上嗅到了只属于男子的香气。你和男人接触过？我今天和大表哥顾景天见了一面，然后又和他吃了一顿饭，或许是染上了表哥身上的气息了。顾景天可不用龙涎香。王爷可能是累了，所以连味道都闻错了。不说，本王也可以将一切都查明白。你若是好好说，本王还可以饶你一命。王爷想知道什么，直接问安风不就好了？反正安风今日一整天都和妾身在一起。你与秦泰然私底下见面了？没有，偶然碰见的。偶然碰见，又怎会沾染上他身上如此浓烈的香气？我都说了，王爷要是想知道，直接问安风即可。他是王爷的属下，一定会将知道的事情一清二楚的告知于你。王爷这是闹什么？啊，难不成妾身和大皇子走得近，所以王爷吃味了？你还不够格。秦玉修的呼吸重了几分，单手扣着他腰肢的力道沉了沉。他不喜自己的东西被他人染指，更不喜南洛清背叛于他。既然王爷不在乎妾身，那妾身和谁相处啊？王爷管得着吗？秦玉修从他的眼中看不到分毫的情意，他的心竟然生出一阵慌乱，就像是一件对自己很重要的物件要从掌中流逝。南洛清说不爱就不爱了，那会爱上谁？秦泰然吗？他也配？启禀王爷，大皇子来了。接来。秦玉修收敛神色，勾唇浅笑，不等南洛清反应，便扣住他的脖颈，往自己的方向压。两人贴近，唇齿交融。南洛清根本没想到，刚才那眼神还恨不得杀了自己的秦玉修，竟然毫无预兆地吻了上来。他倒是想逃，可根本不是精通武艺的秦玉修的对手。皇帝怎么来了？真没听说过拜访需要挑在这么晚的时间。之所以这么晚的时间来拜访皇兄，自然是有原因的。皇帝若不是碰见了杀手追杀，也不至于在皇兄这儿借宿。而且这件事，皇帝已经问过皇嫂的意见，皇嫂觉得可以，皇帝这才冒昧前来。皇帝既然知晓自己容易受伤，那就在宫中待好，不要随便在外面瞎跑，免得将危险带给旁人。黑衣人已经全部死在了皇嫂的剑下，皇帝之所以能安然无恙，与皇嫂的救命之恩脱不了干系。本王倒是不知王妃有如此能耐。这也没什么难的，不就是一些雕虫小技罢了，大皇子没必要放在心上，而王爷更没有必要放在心上。毕竟与你的剑术相比，妾身的功夫只是班门弄斧罢了。大皇子可否听见，在王妃的心目中，救了你的命就是随手之劳罢了，根本不足挂齿。可救了就是救了，这件事是不可更改的。本皇子会永远对皇嫂抱有感激之情。夜深了，皇帝还是早些回去休息。本王也要与王妃歇下了。我们二人新婚燕尔，总会有些如胶似漆些。你在叹什么气啊？
奴婢就是在替娘娘苦恼一件事，人太有魅力也不是一件好事。刚才玉王殿下与大皇子都差点为娘娘大打出手，好在大皇子有点自知之明，知晓自己不是玉王殿下的对手。你是从哪儿看出来他们两个为抢我大打出手的？他们两个人啊，关系本就不和，对上以后少不了唇枪舌战，跟我可没有什么关系。没有王妃娘娘，你对这种事情未免太过于迟钝了些。那王爷盯着大皇子看的眼神都差点没有喷出火来。还有啊，大皇子无时无刻不在看你，他之所以住到誉王府里来，都是为了得到王妃娘娘的青睐。在容貌气度上，大皇子是远远不及誉王的，可大皇子身份高，腿脚也利索，与娘娘倒是挺般配的。若是誉王殿下的腿没有受伤就好了。皇家都是龙潭虎穴，一个誉王我都对付不过来，哪里还能想着获得大皇子的青睐啊？我呀，就盼望大皇子早些死去，不论他付出多少努力，也改变不了我是他堂皇嫂的事实。奴婢自然是知晓娘娘如今的身份，奴婢就是这么一说而已。说起大皇子的身份，其实若不是当年出了一点意外，真正登上九五之尊的应该是誉王殿下才是。当年发生了何事？好像是说先皇突然暴毙，而誉王殿下尚在襁褓，即使在襁褓就没有办法管理朝政。这个时候丞相提出了一个建议，说是让当今陛下暂且当摄政王，等到誉王殿下16就将皇位还给誉王殿下。后来誉王殿下逐渐长大，最后长成了一位翩翩少年郎，不仅十分有能耐，还继承了太上皇的骁勇善战，16岁就已经是战功赫赫。按理说那一年皇位就应该还给誉王殿下了，可是就在班师回朝的前一天，誉王殿下碰见了刺杀，还因此伤了腿。好在誉王殿下命不该绝，被宋玉全给救了，誉王殿下的腿就此伤了，再也站不起来。齐国可从来没出现一个瘸子皇帝，誉王殿下的皇位自然也就落空。从那之后，誉王殿下的性情就变得十分的古怪，也只有宋玉犬在他身边日日夜夜的照顾他，才得到他一些优待。这么一拖，不知不觉已经拖了许多年。那这样说起来，这誉王殿下的腿伤未免也太巧了一些，正要回国接手皇位，却伤了腿。恐怕这件事情上，你说没有秦红叶的手笔，我都不信。王妃，这种大逆不道的话以后可不能说，被人听见了的话，可是会被拿来做文章的。杀头都算是轻的，严重的还有株连九族。这皇城啊，还真是处处透着危险。你说的这些倒也不算什么。话说回来，那背地里的人能暗算秦玉修一次，那么就会有第二次、第三次。难道秦玉修处处都能有着好运气，都有人搭救不成？南洛清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自己若是一直跟在秦玉修身边的话，难保不被人算计。都说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他若是被人算计，总有马失前蹄的时候。等查明宋玉泉的死因后，还是赶紧找个时间跑路好了。娘娘的担心也没错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没什么好担心的，先睡吧。睡醒之后啊，一切都会迎刃而解。说说看，秦泰然到底与王妃有什么勾结？安峰跪下，一五一十地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。那些黑衣人，可查出是谁的人？秦玉修更好奇的是，到底是谁要秦泰然的命？还在查，恐怕过几日就能知晓答案。既然大皇子住在誉王府，那就给大皇子送一些见面礼，保证他一辈子难忘。祖母，怎么这么晚了还在这儿？田儿，回来了，祖母等你好一会儿了。祖母早些去休息，为何在这熬着？祖母听说你在大理寺的事情已经解决了，到底是怎么解决的啊？
那件事不是特别的棘手吗？祖母一刻没有看见你，这心里就一刻不踏实。祖母，这么晚了，喝茶对身子不好，你需要好好休息。还有那些朝堂上的事儿，孙子自己会解决，不需要祖母操心。你这是嫌祖母年纪大了，不中用了，什么都帮不了你了。祖母，你误会孙儿了，孙儿就是担心祖母的身子。除此之外，朝堂的事情已经在洛清的帮助下解决了，你就别担心了。你不是一直都瞧不上青儿，怎么今日突然提起他？之前是孙儿看不清，才会觉得洛清不学无术。其实仔细相处下来，洛清是个大智若愚之才。而今天这件事，若是没有洛清的帮忙，孙儿可是完成不了的。青儿做了什么？你快与祖母说说。洛清救了楚国皇子，帮大理寺解决了一个极大的麻烦。楚国皇子欠洛清一个人情，就想用兵器的价格来抵消。所以说，我们顾家并没有必要为那10万两黄金所发愁了。祖母早就说了，青儿有能耐的很，是你们一个个的不相信。这下终于明白，祖母所说的都是真的了。以后啊，你们就好好的对待青儿，就将她当作你们最亲的亲人来对待。无论是青儿的什么要求，你们都照做。要是做不到，就是与老身作对。是，就算没有祖母这句话，孙儿也一定会好好对待洛清表妹。你倒是比老二懂事得多，难怪老身最宠你了。既然大理寺的事情已经全都解决好了，为什么还这么晚回来？就是陪洛清吃了一顿饭，所以就多花了点时间。怎么不请到自己家里来吃？怎么在外面吃啊？这是洛清要求的，他觉得这么晚了，祖母肯定是睡了。既然那已经休息了，要是再打搅祖母，可就不合适了。怎么会不合适？不论青儿什么时候来，只要他来，祖母都欢迎。不论是什么时候。祖母，时间不早了，你还是早些回去休息吧。事情已经告一段落，你就不要费心了。青儿的事，你可得记在心上。那个誉王可不是个善茬，青儿的娘家也不是个好货，根本给不了青儿帮助。你是青儿的哥哥，而且也是顾家的顶梁柱，可一定要好好护着青儿。不管怎么样，也要让那个誉王知道，青儿不是他能够随便欺负的人。你听懂了吗？孙儿一定谨记祖母的教诲。有你这句话，老身也就放心了。来日老身要是真的驾鹤西去，好歹还有你这个当大哥的照顾可怜的青儿。祖母万万不可如此想，您的身体硬朗得很，听说洛清给您诊治过身子，已经好了不少。再怎么硬朗，年纪也到这儿了，没几年好活的。祖母就算是不为自己着想，也要为洛清着想。他搜寻那么多的良药，不就是为了让祖母的身子更好些吗？祖母若是这么想，恐怕是得辜负洛清小表妹的一片心意。老身的身子，老身自己清楚。你们一个两个的都不成婚，反倒是让青儿先成婚，老身可盼着抱重孙呢。你们可都得抓点紧。记得你二弟还在祠堂跪着，你有空将他带出来。怎么在祠堂？老二总是对青儿有偏见，让他跪一跪祠堂，也好让他的脑子清醒些。过去的青儿的确是不懂事些，可他年纪小，不懂事点儿怎么了？
反倒是你们这些做哥哥的，平常就不能让着点妹妹。还有啊，作为男人就得心胸宽广些，不要老是对那些小事斤斤计较。的确，二弟常年在军营，都是与一些男人接触，想法也直了些，但孙儿明白，二弟绝对没有什么坏心。行了，知道你们兄弟情深，你就见不得他受苦。去吧，把他接出来，让他不要再做这些事了。大哥，我就想不明白，祖母到底是被洛清下了什么迷魂汤，眼睛里就只有南洛清一个人。我不过就是说了句实话，祖母就雷霆大怒，还罚我在这跪了整整1天。我猜啊，在祖母眼里，只有南洛清一人是他亲生的，我们几人都是被他抱来的。你可少说2句，洛清表妹人不错，你以后就不要对她有偏见了。若是还有下次，我也不会对你客气。大哥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你之前不也讨厌南洛清，觉得他的存在总会给我们顾家惹不少的麻烦吗？怎么现在说话又变了？弟弟我只听说过女人的想法最是善变，倒还是没有听说过男人的想法也和女人的想法一样善变。算了，你先回去休息，我也回去了。娘娘，这种粗活怎么能你来干？还是交给奴婢来看吧。别动，这些草药有毒，你若是真的胖了，恐怕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啊！既然这些药草有毒，娘娘可别再把弄了，赶紧让奴婢将这些丢出去。这样一来，王妃娘娘就不会有危险了。胡说什么呢？这些可都是宝贝，是我花了大价钱买来的，可不能就这么随随便便的丢了。娘娘，你这么说的话，奴婢可就不理解了，怎么就成了宝贝了？它们可是有毒的药草，不知不觉会要人命的。昨晚的刺杀，你现在想起来可会害怕？吓人。奴婢觉得娘娘应该与王爷说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再让王爷给娘娘准备几个武艺高强的侍卫。若是天天被侍卫跟着，那我还有什么自由啊？说的也是，娘娘不喜欢被人跟着，那么以后我们就不要随便出门好了，这样一来也就不会碰见什么不得了的危险。不用，等这些草药长成啊，就能制成很辣的药粉，10人之下能立刻毒倒。哇，娘娘还真是有远见。皇嫂，你听我解释。大皇子殿下和我解释做什么？殿下，你跑这么快做什么？奴家都追不上了。你们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本皇子根本不认识你们。我们是红楼院的歌姬，专门来伺候大皇子您的。还有，昨晚大皇子可主动了，怎么今日又这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？本皇子根本不知道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，本皇子何来的主动？哼，殿下可能不会是想不认账吧？昨晚你还拉着奴家的手，说是今日要封奴家当个妃子，这么快就翻脸不认人了吗？是啊，昨晚这么多姐妹都听见了，大皇子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呀。昨夜姐妹们将殿下伺候得舒舒服服，殿下怎么睡醒就不认账了？行吧，若是妃子的份位没有了，怎么着银子也得给姐妹们算一下吧，要不然姐妹们忙活了一晚上，难不成1分都捞不着？皇嫂，你听本皇子解释，其实本皇子并不是这样一个人，不过是酒后乱性罢了。皇嫂，殿下解释这些做什么？我根本就不在乎这些。娘娘，大皇子这副模样，我们是不是要出手帮一下啊？你觉得我能帮大皇子做些什么？就是想问问娘娘，愿不愿意帮大皇子将这银子出了？唐月，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哦，娘娘请说，奴婢洗耳恭听。那就是心疼男人倒霉一辈子，为男人花钱倒霉3辈子。调资这种东西就应该让未来的大皇子妃来付，若是我付的话，岂不是愚蠢至极？
娘娘说的极是奴婢想的简单了。大皇子，一大清早的，这是闹什么？皇兄，这些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们是本王给大皇子安排的，毕竟这是大皇子第一次在本王的府邸做客，本王又怎么能不好好的招待大皇子？原来是皇兄设计陷害本皇子。昨晚大皇子十分享受，这是提上裤子就不认人了。本王让大皇子舒服了，大皇子倒是认为是本王的不是。王妃可还是觉得大皇子非常好。妾身何时说过大皇子的好？还是说王爷在面对其他男人的时候总是这般的不自信？别忘了你是本王的王妃，贬低本王对你有何好处？的确没什么好处啊，可妾身高兴。听说昨晚你遇刺了，是不是誉王干的？怎么不说话啊？难道是昨晚的刺杀太过于吓人，竟然将你吓傻了不成？母妃别急，昨晚的刺杀并不危险，凶手是谁的人，儿臣正在查，想来过不了多久就能够得到答案。刺杀哪有不危险的？也就只有你性子好，才觉得没什么。本宫就只有你一个孩子，你要是出了事，本宫该如何是好啊？你就算是不为自己考虑，也要为本宫考虑一下，不是？还有啊，你昨晚既然碰见了刺杀，为什么不早些回宫？为什么睡在誉王府呢？母妃是在儿臣的身边安插了眼线。什么眼线不眼线的？你的安危那么重要，出了事，你身边的人自然会告知本宫。难道你是想将本宫永远的都蒙在鼓里不成？也就是那些奴才喜欢瞎操心，根本就不严重，传到他们嘴巴里就成了十分严重的刺杀。对方派了8个人来，但是你身边并没有护卫，要是有个什么3长2短的，岂不是便宜了钱玉修那人？你是齐国的大皇子，只要你不出事，陛下的皇位总归是要传给你的，到时候你就是95之尊，还有谁敢忤逆你？誉王腿伤严重，近来伤腿疼得愈发厉害，好几次都差点没熬过去。每一次腿伤复发，从誉王府端出来的都是大盆大盆的污血。哼，誉王能不能活到明年还未可知呢，母后担心的太过了。哪是本宫忧思太过，实在是你太不懂得这人心险恶的道理了。就算不知誉王能不能活到明年，反正他在意时，你这位置就坐得不稳当，本宫的心里也不踏实。母后就不要为了这种小事所操心了，要不然老得快。你看，额头上多了好几条纹路呢。本宫若是多了条皱纹，也绝对是被你气的。好端端的去那誉王府待着做什么？誉王府中哪个是善茬呀？什么时候被吃的连骨头都不剩了，恐怕连你自己都不知道。儿臣不就是想探查一下誉王的虚实吗？也想看看誉王府有什么秘密。行了，下去休息吧。瞧你这副模样，本宫也心疼得很。参见皇后娘娘，娘娘有何吩咐？你是本宫亲自挑选，从小培养到大的大内侍卫，更是大皇子的左膀右臂，也知道你给大皇子解决了不少的麻烦。可昨日夜里还是发生了刺杀，后来他又住进了誉王府，到底是有什么猫腻啊？当时殿下碰见誉王妃，两人聊了一路就碰见了杀手，再后来殿下为了感谢誉王妃的救命之恩，便住进了誉王府。下去吧。那个南洛卿是怎么回事啊？既已嫁给了誉王，为何还与泰然牵扯不清？泰然只字不提南洛卿，看来是处处护着这个心机颇深的女人。他贸然接近泰然是图什么？难道是图那太子妃的位置？奴婢瞧着那南洛卿不是个善茬，大皇子又秉性纯良，奴婢以为南洛卿会把大皇子玩弄于股掌之间。所有对泰然不轨的女人，都是本宫的眼中钉。看来给泰然选妃的事儿得提上日程了。先去将消息放出去，下个月的百花宴，本宫要好好的挑个儿媳，
给泰然当正妃。奴婢明白，这就去安排。哦，对了，到时候再将南洛清请来，本宫要好好的敲打他一番。娘娘可谓是为大皇子操碎了心，大皇子要是知晓娘娘的良苦用心，必然在政事上会更加勤勉。本宫就这一个儿子，能不为他着想吗？既然王妃娘娘都查看过了，没有问题的话，老奴就先退下来。慢着，本王妃怎么记得除了这些物件以外，娘亲还留下不少铺子、地契呢？都怪老奴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。这些地契是夫人早就让老奴准备好的。早就准备好，怎么会忘？那么老奴就回去复命去了。慢着，谁和你说这些嫁妆没有问题的？王妃娘娘，这些嫁妆都是夫人反反复复清点过多次的，绝对没有问题。本王妃记得娘亲留给我10间铺子，为何只剩3间？你们随便拿了3间位置最差的铺子来糊弄本王妃不成？王妃娘娘，这件事是不是个误会啊？夫人交给小的地契就只有3张，根本没有10张。就算王妃今天将小的杀了，小的也只能拿出3张啊。既然赵氏交给你的就只有3张，那就说明他在上面动了手脚。走吧，本王妃和你一同回府，和赵姨娘好好的算一算。娘娘出门可别忘了奴婢。你先别跟着我去，我还有重要的事情交给你做。洛清怎么来了？肯定是知晓今日是侯爷的生辰来送贺礼的。洛清，你还真是孝顺。南洛清冷冷地扫了赵氏一眼。怎么这么看着娘亲呀？难道娘亲有什么地方说的不对？没错，我的确是来给元安侯送一份大礼的。哼，本侯还以为你心里没我这个爹了。你平日要是有玉薇1半懂事，本侯也不会被你气得不行。现在你就去给玉薇道歉，上次你就……南洛清，你又发什么疯啊？你这个杀千刀的贱人，你竟是敢打老娘！你和你那死去的娘一样贱！你还有脸提我的娘亲？你个妾室哪来的脸辱骂正房？哦，对了，既然你提了娘亲，那我们就来清算一下。元安侯这是做什么？为一个妾室出头不成？她是你娘，你别一口一个妾室。我娘亲早就死了，她只是一个狐狸精罢了，也只有你才会看得上这种不入流的女人。我今天就是来找你们好好的算个账。算什么账？这么多年你在侯府吃的喝的都不要银子不成？你要和我们清算什么东西？这些都是娘亲当年留给我的嫁妆，你们在陛下面前答应过将所有嫁妆都还给本王妃，如今怎么又在账目上弄虚作假？难道你一个偌大的侯府连银子都没有吗？须得日日趴在本王妃背上吸血才成？你要的嫁妆早就全部还给你了，你还想要什么东西？今早不上管家，这扛了10箱金银珠宝给你了吗？你还有什么问题？珠宝是还了，可娘亲留给我最值钱的并不是珠宝，而是那10间经营极好的铺子。那几间铺子根本就没你想象中那么赚钱，早就已经卖了，而卖出去的银子大部分也都花在了你的身上。你现在找我要银子，这哪来的银子呀？那好，既然7间铺子卖了，那卖出去的银子也是我的。你们将银子清点清楚，送到誉王府。早就与你说过了，那几间铺子卖人了，而且根本就没卖多少银子，你让我们上哪儿去拿银子给你呢？南洛清，你最好适可而止。你要的嫁妆我们已经悉数奉还，你还想要什么？多的我们元安侯府也拿不出来。来人呐，将誉王妃赶出去，以后不准誉王妃再踏入府中半步。本王倒要看看谁敢对王妃动手。
哎呦，王爷怎么大驾光临了？属下就是在教训一下不听话的孩子，还请王爷不要插手。本王的王妃，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教训了？今日不将铺子的钱还给本王妃，你们也休想好过。如今有这么多人，你们应该不想这丢人的事情传出去吧？你这妇人怎么回事啊？不是早就答应陛下将所有的嫁妆还给洛清吗？那7间铺子的银子是不是忘了？的确是忘记了，府中事情多，一不小心忘了也是常有的事儿。赵氏呜呜咽咽地解释了一通，话里话外都在推卸责任。反正不是自己的错，有错也是别人的错，赖在他的身上。谁准许你将7间铺子在没有得到我的准许情况之下就卖出去呢？而且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贱价卖出去的？具体卖了多少银子，民妇已经不记得了，但的确是不多的。本就是几间不值钱的铺子，你还盼着能卖多少银子呢？好了，这件事你还想闹成什么样啊？人你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银子夫人也答应全部给你，你还想怎么样啊？反倒成了我的错处不成了？这些东西本就是你们欠我的，我不过是要回属于自己的东西罢了。这就给你请点银子去。价钱算出来了，不多不少，7间铺子值5万两白银，比南洛清预料之中的少了许多。见南洛清的脸沉了下来，这个价钱卖得太低了些，本侯看在我们父女一场的情面上，再给你补2万两银子，你看如何？3万两，不能再多了。陛下说追加5万两。如果一共10万两白银你能接受，本侯这就去仓库拿5万两白银给你，你拿了就走。唐月，你还愣着做什么？还不赶紧把银子带回去？奴婢这就去，绝对一枚铜板都不会算错。侯爷未免太冲动了些，南洛清那小贱蹄子一句话，你就给了他10万两白银，我们仓库总共是有多少银子呀？你就分了一大半给他，还不是你做的好事儿。再说你不把那银子给他，他绝对会将元安侯府闹得鸡犬不宁，这日子你还要不要过了？侯爷把银子都给了南洛清，那以后玉薇成婚的嫁妆该怎么办？难道侯爷要玉薇以后出嫁被人嘲笑不成？玉薇的嫁妆本侯爷会想办法，你不必瞎操心。侯爷，是不是该让戏班子重新开始唱戏，庆贺侯爷的生辰？还庆什么庆？都已经这样了，还有什么好庆贺的？娘亲，你猜女儿从宫中听到什么好消息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满脑子还在想着玩乐。娘亲，你今日到底是怎么了？到底是谁惹你生气了？你与女儿说，女儿保证帮你教训那人去。对了，宫里传来的好消息是与大皇子有关的，说是皇后娘娘决定给大皇子找个正妃，物色的时间就定在下个月的赏花宴。女儿是上京第一美人儿，在赏花宴上入了皇后娘娘的眼，应该是不难的。不过要与那么多的闺女相比，行头肯定是不能少的。不如娘亲再给我买一身行头吧，衣裳就买云锦制的，头面就纯金镶百来颗珍珠的发冠即可。有了这一身行头，女儿到时候轻轻松松艳压群芳，没有人能是女儿的对手。你屋中那么多柜子的衣裳头面还不够用吗？还得重新做一套。我屋中的头面才多少啊？而且之前都已经穿过见过人了，现在还穿的话只会被人笑话。女儿可不想被京都贵女笑话，而且一套衣裳和头面根本花不了多少银子，娘亲怎么就不同意呢？
南洛清刚才来要走了家中10万两白银，你的衣裳和头面还不贵？怎么会这样？南洛清这个贱人怎么能来打娘亲？他眼中还到底有没有王法？这仇来日娘亲必然要他血债血偿。南洛清那贱人凭什么？他算个什么东西？凭什么在我们元安侯府耀武扬威？这仇来日娘亲必然要他血债血偿。南洛清那贱人凭什么？他算个什么东西？凭什么在我们元安侯府耀武扬威？哼，还不是仗着有一个誉王给他撑腰。来日你嫁给大皇子，你就是未来的太子妃，在地位上就压南洛清一头，他必然不敢再欺负你。等到了那时，南洛清绝对不是你的对手。娘亲，女儿从来没有将南洛清那个草包放在眼里过。如今他的嚣张也只是一时的，就算誉王的身份再尊贵又怎样呢？就誉王那残破的身子，恐怕是活不了多长时间，以后的路还长着。南洛清以后还能有这样的好日子过吗？哎呀，好了好了啊，不提那个晦气的，短时间之内他也不会再来元安侯府闹。倒是你与大皇子的事儿怎么样了？听说大皇子前不久刚约你用膳，你们2个应该聊得不错吧？自然是聊得很好。大皇子殿下觉得女儿的才情极好，对得起京都第一才女的名头。这就好。这些日子南洛清再发疯的话，你就忍一忍，等到以后你飞黄腾达了，再好好的与南洛清算总账。给表哥传个信，就说上次我们商量的事儿就不要再等了，现在就可以动手。我一刻都等不及了，我要南洛清挫骨扬灰。看来王妃不是个诚信之人。本王若不是看上王妃所承诺的那笔银子，本王才懒得跑这一趟。他腿脚不便，自然是不喜欢东跑西跑的。王爷此言差矣，王爷既已经富可敌国，哪看得上妾身那点嫁妆啊？看得上，3七分账，你3我7。王爷，那些银子都是妾身的嫁妆，千辛万苦才从姨娘手里头要回来的。我这手头还没捂热呢，王爷若是这么分走了，妾身恐怕会夜不能寐，寝食难安啊。55分账，本王的底线。王爷又不缺这5万两银子，但这些银子对妾身确实很重要。妾身还有3间铺子要打理，若是没有这银子，这铺子的生意又怎么能好起来？银子不要了。哎，那个便是本王妃的铺子，趁热打铁过去看看。你们先回府吧。之前唐月就将铺子的大致情况都调查清楚，3间铺子分别是药铺、胭脂水粉铺和一家兵器铺。按理说，这3间铺子应该不会生意惨淡才是，可惜被赵氏经营得一塌糊涂，生意自然是一落千丈。现在这3间铺子完全是凭借着位置好才吊着一口气，但已经入不敷出了。小姐，可算让奴婢找到您了。银子都送回去了？都已经送回去了，娘娘不必担心。而且奴婢在仓库里面来来回回数了好几遍，一点错都没有，就是10万两整。不得不说，还是娘娘厉害，竟然还能从抠门的赵氏手里弄来这么多的银子。弄来这些银子还只是我们的第一步。你看，那些赵氏的铺子是什么来历？南洛清可不记得朱雀街上有什么赵氏的铺子，而且很巧的是，姨娘赵氏就是姓赵，这几间铺子也是姓赵，两者是不是有什么关系？唐月歪着脑袋盯着那铺子看了半晌，总觉得很眼熟，但是一时之间又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。对了，小姐，奴婢想起来了，这铺子不就是以前夫人的铺子吗？
怎么现在叫做赵氏了？所以说赵氏将娘亲的铺子卖给了自己的娘家人。小姐你看，从铺子里出来的那人不就是玉燕小姐的表哥吗？他就是赵氏的亲侄子。他既然与这家铺子有关系，那就说明铺子与赵姨娘有关。小的手里拿的这几个都是铺子里最好卖的。哼，这些胭脂水粉也是最贵的吧？当我们家小姐是冤大头？这位小姑娘的性子还真是直爽。不瞒你们说，这胭脂水粉不能卖便宜了，不然脸烂了，可是有很多银子都换不回来的。再说了，小的乔姑娘这身衣裳首饰，应该不是个缺银子的主。小的若是拿了这些残次的胭脂水粉来，你们会不会觉得小的是在看不起姑娘呢？我们家小姐喜欢的可不一般，那些旁人都追捧的大众货色，我们家小姐根本就瞧不上。你少拿这些东西来忽悠我们家小姐，我们不吃这一套。小姑娘，你这话可不是这样说的啊！既然是受京都夫人贵女们追捧的，就说明我这铺子的东西是着实是好，那银子自然是花了不冤的。你就拿这些货色来应付本小姐？那姑娘喜欢什么自己看，小的还有其他事要忙。他这人什么态度啊？见我们不上当就给我们摆脸色。姑娘若是不喜欢这些胭脂水粉呢，小的再给你找下来。您看看你喜欢什么样的，是显得气色好，还是曲细纹的？姑娘别觉得自己年纪不大，曲细纹的有些尚早，时间呐，可是过得很快的。姑娘现在就用我们家的珍珠霜，保证年年都是28年华的模样，美死了。我可不喜欢那些上不得台面的烂货。你们这家铺子谁开的？若不是有名望的人士，本小姐可不敢拿这些不知名的东西往自己的脸上涂抹。这一点姑娘完全可以放心，我们赵氏胭脂铺绝对不是那些随便开的铺子。不知姑娘可有听说过元安侯府？就是那个元安侯府的夫人。南洛清的神情又冷了几分，收了钱袋，一句废话都不多说，转身就走。奸商，这些铺子果然都被赵氏给换走了。我们今天拿到的18两银子，不及这些铺子的9牛1毛。小姐，你瞧见了吗？生意这么好的铺子，怎么可能会缺钱？的确，赵氏这几间铺子混的是风生水起，每一件都能赚不少的银子。可他们的辉煌也只是暂时的，再等一段时间，我必让他们笑不出来。小姐英明，奴婢相信小姐肯定能好好的教训他们。没死算是你的运气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那女人是谁？为何如此嚣张？是苏家的大小姐苏灵儿，更是皇后娘娘的亲侄女儿。她亲爹是骠骑大将军，全家显赫。她行事乖张，当街纵马伤人的事儿十分常见。那她为什么要伤我？她伤人都是随意的，完全看心情。有的时候若是真的将人伤得半死，他们苏家肯定会花银子摆平。不过听说苏灵儿爱慕玉王殿下，前不久玉王殿下成婚了，苏灵儿心情不好，伤人的次数变多了许多。姑娘听我一句劝，以后走在朱雀街上要小心一些。以后若是没事儿，姑娘还是不要随便出府的好，外面太过于危险了。姑娘以后多加小心，小生就先走了。多谢公子救命之恩。姑娘不必客气，见义勇为是应该的。我送你去医馆吧，正好治一下伤。不必了，我就是一个医者，这点小伤回去随便处理一下就好了，姑娘费心了。你是个医者，怎么过得如此落魄？小生没什么能耐，愧对列祖列宗，一身本事却无用武之地。
这些银子你收着好了，就当做你救命的报酬。姑娘使不得，救姑娘的命就是举手之劳罢了，小生不是为了银子。我自然知道你不是为了银子，可你救了我的命，我就应该给你报酬。你若是不要的话，那就是看不起我。姑娘可别这么说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不论姑娘怎么说，小生都不会要这笔银子。公子若是不要，就是看不起我们家小姐。我们家小姐最不喜欢的就是被人瞧不起了。你应该不想小姐生气发火吧？姑娘们还是不要为难小生了，这银子小生不会要，无论姑娘们怎么说，小生都不会同意。不过姑娘们的好心，小生会牢记在心中。那总得让我表达一下谢意吧。不如这样，你跟着我来。那当然啦，我家小姐可是京都第一美人儿。哦，难道姑娘是元安侯府的南玉薇南姑娘？这还真是令我这铺子蓬荜生辉呀！切，蓝玉薇那个女人怎么能与我家小姐相比？她给我们家小姐提鞋都不配，就是个狐狸精妾室生的小贱人，怎么配当京都第一美人儿？这些都是京都瞎传的，能有几分真实？再说姑娘这般美，肯定是南姑娘比不了的。给这位公子做几件衣裳，春夏秋冬各2套，还有那件成衣也随便改一改，先给这位公子换上。姑娘未免太破费了，若是给小生买衣裳1件即可，没必要这么多件。哼，小姐财大气粗，别说是买几件衣裳了，就是将这家铺子买下来都不成问题。多谢姑娘的救命之恩。难道不是我该谢你的救命之恩吗？其实小生已经3天没有吃过一顿饭了，身上更是1分银子都没有。本来是想着饿死街头算了，没想到还能碰见姑娘。其实你这好手好脚的，也不至于找不到活来。而且听说京都的大夫诊金都不低，你……是啊，你这么年轻，身强体壮的，哪儿找不到活？这是小生的私事，暂时还不想说。啊，好，还请顾公子帮我去拿一壶女儿红来。这位公子可是要拿药？不是，我听说你们这儿招大夫，我恰巧学过几年的医术，可以来当大夫。我们的确是要招大夫，你去里头与我们掌柜的谈吧。既然如此，我觉得你不错，就留下来吧。哦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顾锦书。顾锦书？你也敢来我们这儿干活？你难道不知道整个朱雀街都没人会要你吗？滚出去！以后别来了，要是再敢来，见一次打一次。你还有脸回来，还不赶紧滚！不早些滚出上京，老子打死你！哎呀，乱货！住手！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竟然敢出手伤人，眼中还有没有王法？赶紧住手！哪个女人不长眼，来多管闲事？信不信老子也教训你一顿？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！姑娘可是要救这个穷酸的男人，要救他也不是不可以。你陪小爷玩一玩，玩舒服了，小爷就放了他，如何？杀千道胆！你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女人？在这条街上也不去打听打听老子是谁，你竟然连老子都敢打，你就等死吧！南洛清嫌赵天成聒噪，命唐月拿块臭布将他嘴堵上。你还好吗？姑娘，怎么是你？若不是我家姑娘，你早就没命了。还真是奇怪，怎么次次碰见你，你都这么倒霉？姑娘，再次麻烦你了。你与这家铺子有什么渊源？其实，小生曾经是这家正兴堂医馆的掌柜，从我的祖辈开始，就已经在正兴堂当大夫。
就从3年前开始，东家派人来，说是我当掌柜赚不到多少银两，于是掌柜的位置就得留给有能耐的人来做。掌柜的位置我让了，可东家还是不罢休，将我的工钱一减再减，使得我的日子凄惨无比，日子过得更加的入不敷出。后来他们索性让我离开正兴堂，除此之外还不准上京的所有药铺收我，还说势必要将我赶出上京。打你的领头人是什么身份？他叫做赵天成，是东家的表亲，不论他说什么，东家便信什么。上次小生发现他们卖假药，我将此事告知东家，东家竟将我训斥了一顿。从那之后，赵天成便想着发的针对我，让我在上京过不下去。卖假药，赵氏还真是无法无天，不将人命放在眼中。像这种人就不配行医用药。姑娘所言极是，小生绝对不会屈服在他们的淫威之下。正巧，本姑娘也有一笔账，要和他们好好的清算。小生明白，姑娘是个正义之士，可此事牵扯甚广，东家的背景不凡，不是我们这种市井小民能够对付的。这件事只与小生一人有关，小生不想这件事最后牵扯到姑娘身上，还请姑娘早些抽离，免得受到伤害。你怎么就笃定本姑娘对付不了他们？赵公子，你可一定得为小的讨公道啊！小的不过是教训了一下顾锦书那个小子，竟然被一个臭婊子给打了。他这不仅是不把小的放在眼里，这是连赵公子你也不放在眼里啊！他还说要好好教训一下正兴堂，这怎么能忍呢？现在他人在什么地方？就在那铺子里。赵公子，千万不要放过那臭婊子，他这种人就应该狠狠教训，这样才有杀鸡儆猴的效果。小贱人，你爷爷来了，看你这一次还怎么逃出去，你就等死吧。你惹谁不好？你惹这个姑奶奶做什么？啊，赵公子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小的可没有惹这丫头，是这丫头上来就和我们正兴堂过不去啊。赵文，你躲什么？见到本王妃还不行礼？拜见玉王妃娘娘，就是不知道哪阵风将娘娘吹到这儿来了。可是身子不适，若是身子不适的话，可得早些回去休息，在这儿待着没什么好处啊。顾锦书愕然地张着嘴，玉王妃？难道救了他2次的气度不凡的姑娘就是玉王妃？这是本王妃的地盘，我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赵天成不懂事，伤了我的人。赵文，你看看该怎么处理吧。若是给不了本王妃一个满意的答复，我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王妃娘娘饶命啊！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您是王妃娘娘。小的若是知晓您的身份，小的绝对不敢口出狂言，更不敢对娘娘不敬。还请娘娘谅在小的不知者无罪的情况下，饶了小的吧。也不是没有机会啊，就要看你表现如何了。姑娘请说，到底要小的怎么做才能抵消娘娘的怒火？听说不久前正兴堂还在卖假药，到底是谁主使的？你若是能将幕后主使说出来，本王妃饶你一命。你可得好好说，若是说不好，小心你的小命。不知王妃娘娘从哪儿道听途说的正兴堂在卖假药啊？据我所知，正兴堂已经几十年的悠久历史，一直都是有口皆碑的，怎么可能卖假药啊？这说来也巧啊，你们赵氏也有一家药铺，正兴堂的生意远不如你们赵氏的。这若不是正兴堂卖了假药失了百姓的心，又怎会生意惨淡到这副模样？娘娘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是话里话外觉得我们赵家动的手脚不成？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到底你们赵氏有没有在背后耍手段？本王妃一查就明了。哼，这赵某你们倒是动了不少的手脚，吞了不少银子吧？
那姨子去了什么地方？赵天成，你应该比我更了解。在账目上弄虚作假，可是要流放到塞外的。我瞧着赵掌柜这身子骨儿，恐怕还没有到塞外，怕是已经一命呜呼了。姑娘饶命啊！小的就是一时犯糊涂而已，小的根本不想这样的，只是一时鬼迷心窍，还请娘娘给小的一个机会。其实啊，你也不是没有将功赎罪的机会，你只需要将卖假药的执施者给供出来，然后再将账目上的亏空全部补齐。本王妃会和大理寺好好的帮你说两句，到那时候保证你一点事儿都没有。赵天成，你最好好好思考如何选择，你要是选错的话，最后会有什么样的结局，你应该很清楚。赵公子，你又何必这样说呢？这件事若是与你无关，你最好不要插手，可若是与你有关，你也逃不了干系。在这儿吓唬赵掌柜做什么？快些回答！本王妃不是时时刻刻都有这么好的心情的。你若是不愿意说的话，恐怕等下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。娘娘先别动怒，小的说，小的会把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。让小的卖假药的是元恩侯府的侯爷夫人，她让小的这么做的。这件事儿真的跟小的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还请娘娘明鉴。口说无凭，还得签字画押，送去大理寺审一审为好。小生没想到姑娘竟然是玉王妃娘娘，小生若是有什么地方惹了娘娘不快，还请娘娘不要往心里去。还得多谢你呢，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麻烦。娘娘给小的账本做什么？这儿你最了解，以后就你来当掌柜的，我可没有空天天盯这家铺子。可他们都觉得我做不来这些，娘娘还是慎重些选择吧，将这么大的事儿交给小生，小生恐怕会处理不好。不知顾公子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王妃请说。机会是靠自己争取的，若是连你自己都不愿意相信自己的话，那如何能让旁人信你呢？娘娘所说的小生明白，不知娘娘能不能给小生一个新的机会。正兴堂的掌柜小生能做。正兴堂就交给你了，这几天呢再招几个跑堂的，人得机灵一点，最好不要有什么花花肠子，更不能招像赵天成那样的人。你记住了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娘娘放心，此事交给小生，小生必然不辱使命。你的工钱呢就按照驿馆的分红来算，其他的账目让唐月和你细说。还知道回来？王爷这是一日不见妾身，十分想念吗？哼，你觉得有可能吗？怎么可能啊，妾身这花容月貌，美艳不可方物的，王爷对妾身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一般，那也是正常的。到底去了什么地方？今日倒是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儿，王爷想不想听？唐月，你去厨房准备一点吃的，我今儿忙了一天了，就没有好好的吃上一顿饭。奴婢这就去。哦，对了，只准备本王妃的即可，王爷的那份就不用了。王府什么时候克扣过你的银子？连一顿多余的饭都准备不起。这么晚了，妾身估摸着王爷应该早就用过晚膳了。晚上吃多了容易积食，对身子不好，妾身自然考虑到这一层的缘由，所以没让唐月准备。看王爷的脸色，想来是心情不大好啊。既然已经气饱了，那就更不用吃了。既然王妃吃饱了，那就干点正事。王爷，妾身身子不适，不能侍寝。哼，本王何时让你侍寝？本王是想让你治腿。齐玉修的腿型线条流畅，肌肉也分配得恰到好处。这样一双大长腿若是在眼前走，南洛清很难不迷糊。他正看得津津有味，手起针落，这双漂亮的腿已经密密麻麻地扎满了针。秦玉修阴寒沉重的腿逐渐回暖，一口闷着的气从胸腔之中吐了出去。睡意袭来，他竟沉沉地睡去。南洛清忙得满头大汗，
耳边响起均匀平稳的呼吸声。抬头一看，秦玉修竟已睡得十分安稳。他无奈地摇了摇头，继续给秦玉修的腿上药。就在这时，他的腿的某一处血管竟动了下，他赶紧出手，在他的周围又扎了几针。南洛清微眯眼眸，手起刀落，直接在他的膝上划了一道大口子，那虫子就直接从伤口处掉落在地上，喷洒而出的还有浓黑带着腥臭味的血。你要谋杀本王？妾身若是要害王爷，为何不直接一刀封喉，反而划伤膝盖呢？再说了，王爷不先看看这地上是什么东西，然后再下定论？这东西是从本王的腿里取出来的。不然呢？王爷你看，这虫子可是被王爷养得油光水滑的，看来吸了王爷不少的血。这是什么？王爷难道不想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这是西凉皇室养的毒虫，会潜伏在血液里，它会不停地吸食血液，渐渐的毒虫越来越大。再后来，当血液已经无法维持它生存的时候，这毒虫便会蚕食人的五脏六腑。恐怕到那个时候，王爷已经油尽灯枯了。既已去除毒虫，是不是意味着本王的腿不日便可痊愈？那王爷未免想得太轻松了。由此毒虫说明王爷身上中的毒不止一种，这想要解毒的难度嘛，也就更上了一层。你没辙了？那怎么可能？就算全天下都没辙，本王妃也有的是办法。既然已经发现，解起来也就有眉目了。你说这毒虫是西凉皇室所有的？的确，毒虫是西凉人下的，腿伤呢是因东都人得的。看来王爷得罪的人不少啊。表哥，我要告发南洛清私通。和谁私通？昨日我的侍女瞧见南洛清在外面和男人勾肩搭背，那就是妥妥给表哥你戴绿帽子呀！如此不守妇道的女人，表哥你还是早些把她休了，再请出笼，要不然誉王的面子往哪儿搁呢？本王的事儿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。你若是当真这么闲，就回去抄写佛经，抄到心静为止。表哥，你怎么能不信我的话？我是你的妹妹，怎么可能会骗你吗？你不会是被南洛清那个女人给蒙蔽了吧？滚回去！你要是再不回去，今年就别想出誉王府。楚轩儿被吓得眼睛一红，转身离开，又撞上南洛清种植药草的药盆。他不满地踹了一脚，药草上的花粉粘在他的裙摆上，他也没注意，就快步离开。秦玉修还得上朝，没有与南洛清多言。要么奴婢将这些药盆收起来吧，免得被人给糟蹋了。表小姐太过分了，走路就不能看着点吗？你呀，就别气了，那是一棵竹毒草，最毒的就是上头的花粉了。若是不触碰还好，可若是碰上了，免不了3天的上吐下泻，恐怕连床也下不了。还是娘娘高明，若是有人想要动娘娘的药草，反倒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不知王爷为何要在朝堂之上处处与本将军作对？哼，这就得问问苏将军的好女儿了。爹，那个女人不过是个没人要的丑八怪罢了，你管她死活做什么？苏将军一怒之下甩了苏灵儿一巴掌。你往常胡闹也就罢了，惹那誉王府的人做什么？陛下御赐的砚台你也敢砸？砸了又如何？爹爹要打尽管打便是。你对誉王妃当街行凶还不知悔改，那誉王在朝堂之上对我百般针对，你爹我这张脸的面子今日算是丢尽了。若不是南洛清百般勾引誉王殿下，他又有什么资格当上誉王妃？誉王殿下不过是短期内受他蛊惑罢了，时间长了，誉王殿下便能明白我的好。人家既已成婚，你还念念不忘地作践自己干什么？南洛清死了不就好了？这样一来，玉修哥哥就是我一个人的了。你还嫌这一次的事情闹得不够大吗？那南洛清不过是擦伤了点皮，誉王就能在朝堂之上
让我下不来台，那南洛清真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后果你负啊！怕什么？爹爹是骠骑大将军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我的亲姑姑是皇后娘娘，谁能奈我何？禁足3日，好好反思。没想明白，休想出门。娘娘还真是厉害，一锅就将赵氏和赵天成给端了。这样一来，元安侯府短时间都缓不过来，只能缩衣节食，日子可就没有这么好过了。走，带你看戏去。来之前怎么也不提前知会一声，我也好专程等你啊。这是我自己种的参，想拿来给大表哥尝尝。顾景天尝了口，药味浓郁，是品质极好的参，难为小表妹有心了。怎么还自己在院里种参？可是银子不够用了，不够用就和表哥说，表哥给你几张银票花花。这院子里种药材是我的乐趣。今日小妹来，还想问问赵氏的案件受理的如何了？已经处理了。一开始赵氏哭着闹着要闹到金銮殿去，元安侯倒是真的脑子一热去求了陛下。陛下一听勃然大怒，又罚了元安侯半年的俸禄。元安侯灰溜溜的就回去了。还记得上次你送来的那个丫头春香吗？记得，宋一犬的丫头，死活不说宋一犬的死因到底是什么。大表哥可是从他口中探出什么消息了？大理寺的办法算是顶有用的，春香将知道的都招了，说是人不说他杀了，但也的确与小表妹你无关。到底是谁动的手，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早就料到了，大表哥不用自责。但离奇的是，有一夜地牢进了贼，倒是没丢什么东西，春香却疯了，现在连人都认不清了，想来没几日好活了。知道了，多谢大表哥。以后若是有关宋一犬的消息，还请大表哥给我传个信即可。小贱蹄子，你可让老娘好找！你是翅膀硬了不成？连老娘都能告到大理寺去！哼，你是要大义灭亲不成？你不过是侯府的一个妾室，算是哪门子的亲？赵姨娘，你还真是喜欢往自己的脸上贴金啊！别以为你现在有玉王殿下撑腰，那就了不起了。玉王殿下不就是看在顾家的面子上对你客气些吗？你还真以为自己国色天香，惹得玉王殿下对你青睐有加不成？那也是本王妃凭本事挣来的，到底是怎么来的，我从来不在乎。这一切难道不是赵姨娘自作自受吗？若不是卖假药，又怎会被罚钱？这能怨到谁的头上去？我怎么着也算是你的娘，你娘亲那个短命鬼去得早，没有好好教导你这个贱婢，那我就替你娘好好的管教你一顿。赵氏气红了眼，见南洛清背对着自己，恶向胆边生，伸出手朝着他的后背狠狠地退出去。拉我上去，快点拉我上去！南洛清，你耳朵是不是聋了？我让你拉我上去，你听见没？而南洛清眼疾手快的一脚踹在他的心口，直接将他踹到水里去。那儿才是你应该待的地方。救命啊！有人落水！救命啊！这儿的花的确如你所说，开得很是娇艳。是因为此地施的肥与别的地方不同，所以此地的桃花才会开得如此灿烂和热烈。南洛清，你当真是蛇蝎心肠！我娘都快要死了，你竟然还有心情赏花！你娘的事情与我何干？难道不是该怪你自己吗？各位大人，可一定得为小女子做主。刚才奴家亲自瞧见，是玉王妃将娘亲推入湖水中的。玉王妃嚣张跋扈，目中无人，上京城中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娘亲她只是一个柔弱妇人，自然是斗不过玉王妃。那也不能让娘亲白白受这份罪呀。南姑娘，你有话好好说，大理寺是最正义的地方，绝对不会让你受一丝半点的冤屈。娘亲是继母，素来在家中谨小慎微，处处都礼让玉王妃。
可玉王妃咄咄逼人，每次瞧见娘亲都百般折磨她。这次更是过分，竟然直接将娘亲推入水中，这可是谋害性命啊！玉王妃若是不付出代价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她。玉王妃，既然你推继母入湖水的罪名已然成立，就和我们走一趟吧。哼，南洛清，你都死到临头了，竟然还不知悔改不成？玉王妃，可是有什么要说的？南玉薇的眼睛瞎了，你们所有人都跟着他一起瞎了不成？赵氏自己没有站稳跌入湖中，休想拿本王妃顶罪。可人证物证都在，永安侯府总不能白白被人推到湖水中啊！这可是害人性命的大事儿，不能这样草草了结。你还是跟我们走一趟，审查清楚以后，自然会还你清白。我看谁敢动手！大理寺丞哆嗦着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。顾大人既是大理寺卿，那就是百姓心中最为正义的人，绝对不会徇私枉法。我亲眼看见玉王妃将娘亲推了下去，这种事情还会有假不成？小表妹，你别怕，有什么事情都与我说，我会还你清白。当时我正在赏湖景，不知为何赵姨娘就直冲冲的往湖里跑，她非要往湖里去，我一个弱女子也拦不住啊。你胡说！我明明看见你将娘亲踹了下去，你这么狠毒的人，做这种事也不意外。那是你眼花，明明本王妃当时是想拉赵姨娘的，你看我这手上还有一条因为没有把她拉成功留下来的疤呢。玉安侯夫人的确是自己跌落湖中，与小表妹没有任何干系。顾大人，你与玉王妃关系好，就可以这么包庇她，就不怕百姓们戳你脊梁骨吗？既然顾大人喜欢徇私枉法，那么奴家就只能将这件事状告到金銮殿去。不论你是告到陛下面前，还是告到皇后娘娘跟前，结局总归是一样的。小表妹没有动手就是没有动手，与你和谁告状没有关系。你们看地上的痕迹，这一条拉扯的痕迹就是元安侯夫人跌落湖水的痕迹，就是这么直直的冲下去，连停顿都没有。而小表妹的足迹在另外一边，离她的距离也远，根本构不成将她推下去的距离。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大理寺当差的人怎么可能连这么简单的常识都不懂？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下官自然是没有什么话要说的，既然证据摆在眼前，我们都知道玉王妃娘娘是清白的。而元安侯夫人为什么想不开直接往湖水里跳，还得等元安侯夫人醒来以后问一问才知道具体的情况。好了，你们都别围着了，赶紧散了。难道院中没有事情要做了吗？伤口呢？本来就不是什么伤口，是我自己画的。怎的去了这么久？玉王妃说是身子不适，这才耽误了功夫。怎的就身子不适了？可是碰见了什么烦心事啊？有什么话都与本宫说，本宫当你是自家姐妹。近来也不知是怎的，就是容易感到疲累，多休息一下就好了。近来王妃与玉王的关系如何？皇后娘娘又不是不知，玉王殿下有病在身，再加上他公务繁忙，哪有那么多的心思花在臣妾的身上？有什么话你直说就是了，本宫会为你做主的，断然不会让你受委屈。有本宫给你撑腰，没什么好怕的。皇后娘娘若是有什么话直说便是了，您这样说，杏儿着实听不懂。看来你还不知道实情，但这件事本宫也不想瞒你，就是上次刺杀你与大皇子的凶手已经查明了身份，就是玉王身边的贴身侍卫程毅。背后真凶是谁，应该不用本宫解释了吧？怎么会这样？王爷他怎么可能做这种傻事？刺杀大皇子是什么罪名？
天子犯法，自然是与庶民同罪。陛下大怒，已经将誉王关进了天牢，但陛下仁慈，明白这件事情与你没什么关系，再加上本宫求情，这件事不会牵连到你。可王爷未免太傻了一点，为何要伤害大皇子呢？大皇子无论怎么说也是王爷的堂弟，而且伤了大皇子也无济于事，不是吗？谁知道誉王是怎么想的？坊间传闻，誉王就是个阴晴不定、杀人不眨眼的杀人魔，他会做这种事也不稀奇。你也别太难过了，若是誉王出事了，你还有家可以回。等过几日殿审，你就说几句实话就行了。娘娘指的是什么样的实话？不就是你所听见看见的誉王天生嗜杀的真相吗？也就是将他的罪名给坐实。你若是不想和这件事扯上关系，到时候就在殿审上将事情推脱得一干二净即可。你若是想不开，非要护着誉王，到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，本宫可就不敢保证了。皇后娘娘的教诲，青儿谨记在心。姑娘可是病了？倒也不是病，而是皇后娘娘在茶水里动了手脚，茶水里放了迷惑心智的药，吃多了就会变成傻子，任人摆布。啊，皇后她上次是送染毒的衣裳，这一次是给娘娘喂药，下一次还会有什么样的花招？恐怕没有下一次了。若是秦玉修就此倒台，那本王妃以后就没有了靠山，不需要皇后动手，我自会过得无比惨淡。皇嫂可是为了誉王的事而进宫。的确，誉王的事情想必大皇子已经知道，这具体发生了什么，大皇子能与我说说吗？哎呀，本皇子之前也不知道皇兄竟然是这种人。他对我动手我能理解，当时他可是连皇嫂你都没放过。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，皇兄的心还真是狠呢。誉王出事以后，我又该何去何从呢？这有什么难的？等到誉王被斩，本皇子就好好护着你，以后你就跟着本皇子。可本王妃是大皇子的皇嫂，这皇嫂又怎么能和小叔子在一块儿呢？这是要被世人戳脊梁骨的呀。皇嫂大可放心，名正言顺的位分本皇子的确是给不了，但保证皇嫂衣食无忧，荣华富贵一辈子，绝对是没有问题的。大皇子还是不要口出狂言的好，事情还没有一个定论，这种话若是被誉王听见了，大皇子今后的日子恐怕不会好过。皇嫂，此事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，证据确凿，若是没有变数的话，3日后就会宣判结果。谋杀皇子可是大罪，就算他是誉王又能怎么样？皇嫂是个当机立断之人，想来不会在这种事情上犯糊涂。而且誉王他连你都杀，想来是没有将你放在心上，皇嫂又何必对他念念不忘呢？你还有脸来？你不是去皇宫了吗？你不是把表哥供出来了吗？你来这儿装什么装呀？是想来看我的笑话，还是想来看表哥的笑话？都怪你，都怪你！与秦玉修关在一起的安风与安宇也眼神不善地盯着南洛清。看什么笑话？我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，唇亡齿寒的关系，你能有点脑子吗？哼，我看是你太能装了吧。当时刺杀大皇子的人你就是见过的，今日朱嬷嬷又把你请到宫中去，皇后娘娘没有与你说什么吗？不然这王府上下就只有你安然无恙的自由自在，你肯定是把一切的罪名都推到表哥的身上，然后把你自己摘干净。这些都是你的臆想，你要是有能耐就将王爷救出去，要是没有能耐你就闭嘴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现在大家都落了难，你又能有什么好日子过？像你这样出卖表哥来谋取荣华的人，有什么资格站在表哥面前？南洛清轻扫了他一眼，舒服地叹了口气，耳边终于清静了。本王妃做事并不需要和你报备，你若是想活的话就乖乖地待着，若是作死没有人拦着你。
王爷身子不适，王妃还是不要折腾王爷的好。他怎么了？王爷毒发了，现在正发着高烧。病了怎么不早点说？他那身子能熬得过去吗？还好他身上带的灵药足够多，一颗接着一颗的往秦玉修的嘴里塞。秦玉修高烧迷糊，死活不吃南洛清喂的东西，他只好将药放入自己口中，扣住秦玉修的下巴，以接吻的方式将药丸塞到他的口中。似乎是嗅到熟悉的香气，秦玉修终于不抗拒，接连吃了10几颗药。你来做什么？没有我，王爷早死了。都已经这样了，你还不走？我呢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喽。你是说本王是鸡，还是狗？我可没有这个意思，王爷倒是喜欢对号入座。誉王府就此倒了，你为何不离得远远的？妾身是誉王妃，誉王府倒了，对妾身来说没有什么好处。再说了，妾身想要再找一个像王爷这样姿容的夫君，那可不容易。秦玉修突然翻身，将他压在身下，勾起他的下巴，略带侵略的视线描绘他的阴唇。王爷的病不严重了，还这么折腾？躲什么？不是说对本王的容颜难以自拔吗？他柔弱无骨的手掌钻进秦玉修的里衣内，摸了把他的腹肌，指尖继续在他的身上游走。你是想在这天牢被人看成一场活春宫？王爷若是不介意，妾身自然乐意的。秦玉修推开他，继续保持一开始靠墙的姿势，缓缓闭上了眼。看在你救了本王的面子上，饶你一命。若有下次，小心你的小命。王爷还是不要说大话的好，能不能活着出去才是重要的。要不然王爷头上会不会绿，妾身可不敢保证。你敢？只要锄头挖得好，就没有挖不到的墙角。这怪只能怪啊，妾身太过天姿国色，让他们无法自拔。恐怕也就只有王爷眼睛下，放着妾身这种大美人不爱，去爱一个干巴巴的小豆芽。这天牢其实也挺好的，王爷还能在里头好好的修身养性，妾身自然会想办法帮王爷洗刷冤屈。你能想到什么办法？怕是得将自己的命也搭进去。想不到大表哥的琴艺竟是如此高超。修身养性罢了，以后你若是想住，就一直在顾家住着都行。难道大表哥也觉得誉王回不来了吗？隐约听说过一些传闻，说是誉王派人追杀大皇子，当时你也在，好在一切有惊无险。可那杀手竟是誉王身边的人，刺杀大皇子的罪名可不轻，证据确凿的情况下，翻身的概率不大。那大表哥可知道他们是如何定罪的？要想救秦玉修，就得查明皇后他们是在哪儿动的手脚。3日后就得3堂会审，时间紧迫，他的走动必然被多双眼睛盯着，总归会打草惊蛇，留给他试错的机会不多了。小表妹，难道你还想为秦玉修平反不成？表哥怎么不谈了？小妹许久未听到如此高山流水之乐了。大表哥的琴艺高超，乐声沁人心脾。表哥觉得，若是小妹去劫狱的话，胜算有几分？收回这些不可理喻的心思，劫狱可是诛九族的大罪，你难不成想被杀头不成？可小妹也不想看着王爷在牢中受苦。若是王爷有个3长2短，小妹只能和夫君一同赴黄泉，好歹能做一对苦命的鸳鸯。南洛清这么说的确是在演戏，但在演戏里夹杂着几分真情，倒不是因为他已经对秦玉修爱得死去活来，只不过是原主的诅咒还没解。秦玉修若是死了，他也得跟着玩完。他是真心实意的想救秦玉修出来，可大表哥不配合，他只能用如此极端的办法来炸一炸顾景天。休得胡言，以后这种话不准再说了。以前上京所有的案件都会交给大理寺受理，可这一次因关乎到大皇子，
也就是未来储君的性命，陛下亲自处理3堂会审，就算大表哥想帮你，也没能耐插手。他们说凶手当中有一个是王爷的贴身侍卫，所以才断定是王爷动的手。小妹能不能去看一眼那贴身侍卫？不行，必须有陛下的口谕才可以见他们。但在这紧要关头，陛下又怎么会让你见如此重要的证人呢？除了陛下，除非大皇子能同意。知道了，大表哥放心吧，小妹不会做傻事的。本是想派人去接你的，但我们的关系还是暂时不要让人知晓的好。母后那人就是喜欢小题大做，我担心他会阻止我们的交往。南洛清嘴角挂着一抹浅笑，既不承认，但也没有否认。他若想拿到证据，最快也最有效的办法便是从秦泰然身上入手，再加上秦泰然对他存着别样的心思，他办起事儿来更加的方便。大皇子的心意我自然明白，只是没想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。本来我只是想过平淡的生活而已。话可不能这么说，这件事根本就不是你的错，而是皇兄他欺人太甚罢了。父皇给他的绝对不少，他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？竟然还派人来刺杀我。皇兄他杀人成性，性子也不好，能娶到洛清你这样的姑娘，简直是他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大皇子客气了，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？不，你比任何人都好，你都不知道你有多么的特别。你和那些养在深闺的世家千金全然不同，你勇敢无畏，想法也新奇，而且还有能耐。你跟了本皇子，在本皇子身边出谋划策，本皇子还愁着江山坐不稳吗？南洛清佯装娇羞地将手抽了回去。女子在这世道本就不好活，大皇子可愿给我名分？若是没有名分，我岂不是成了众人耻笑的对象？你是本皇子的女人，谁还敢嘲笑你？不过名分短时间内是给不了你，但本皇子肯定会对你好的。再说了，你有本皇子的心就好了，在乎那么多虚假的东西做什么？大皇子，你喝多了，喝点茶醒醒酒吧。我没有喝多，我就等你一句话，你觉得好，我就将你带入东宫。可誉王的事还没有一个结果，我若是真这么做了，可是会受万人唾弃的。誉王的事儿不就已经有结果了吗？再等2日他就会被处刑，我不过是提前2日照顾你罢了，又有什么不可？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和誉王怎么说也是有点交情的。不如这样，你让我去关押重犯的地方看一看，让我去见见那人，也就信了誉王的谋逆。那可是关押重犯的地方，闲杂人等都不能进去。你去那儿做什么？原来大皇子说的那些深情的话都是用来哄骗我的。这么小的事都不愿意做，我可不信大皇子会护我一辈子。这事儿的确是难办，你身份特殊，母后不会允许你见那几个重要人证的。那就不能让我乔装打扮去见一面吗？又不会有外人知晓。行，到时候本皇子偷偷带你进去，绝对不会有外人知晓。哎，姑娘，你不能进去，里面的可是贵客，你若是冲撞了贵人的话，小的也担待不起。哼，滚开呀，老东西！我这是去捉奸，里面和男子私会的可是我的嫂子，你要是耽误了事儿，姑奶奶我就把你整个酒楼都给拆了。哎，姑娘，哪有什么你嫂子啊，里面的是贵人，小的我真的得罪不起，你就行行好吧。别废话，本小姐的消息绝对不会错。楚轩儿得意洋洋地冲到门外，一脚踹开房门。他得到的消息是南洛清会情郎，可他万万没想到，南洛清会的情郎是他的心上人大皇子秦泰然。秦泰然就盼着将南洛清灌醉后好亲热一会儿。这酒过3巡，竟然被楚轩儿这个丫头给搅乱了。大皇子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？你怎么能与南洛清这个贱人私会呢？她是我表哥的女人，你也不能饥不择食到这种地步吧？你别胡言乱语，我与洛清是清白的关系，
再说了，本皇子的事儿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了？你管好自己就行。大皇子，我这是为了你好。南洛清这个女人奸诈狡猾得很，任何人靠近她都没什么好下场。我这是在帮你，你怎么就不懂我的良苦用心呢？这儿被本皇子包了下来，请你出去。大皇子，你怎么能对我这么狠心？而且还是为了南洛清这种女人，她到底是有什么好的？她有的我也有，她没有的我也有，我比她好上1000倍。表哥受她蛊惑也就算了，怎么大皇子你也受她蛊惑了？竟然敢诅咒本皇子，岂有此理！既然出了这等事，我还是先回去了，免得对大皇子名声不好。表哥，你知道南洛清那个女人在外面背着你做了什么事儿吗？她真的在外面私会情郎，而且情郎你还认识，就是大皇子。你和大皇子是堂兄弟，南洛清竟然也敢与大皇子勾勾搭搭，多恶心呀！这不是明摆着离间你们兄弟之间的感情吗？你说南洛清私会谁？就是大皇子呀，我今天亲眼瞧见的。我早就与表哥说了，南洛清长着那么一副狐妹子的脸，肯定是不甘寂寞的。表哥，你前脚刚被抓进天牢，后脚他就和大皇子勾搭上了。他把你当什么了呀？他只是把你当作攀上富贵的登云梯，转眼就想当太子妃。这一次你被陷害，肯定是有他的手笔。表哥，你可千万不要再受他的蛊惑了，你就应该是弄死他，让他给你陪葬。王爷，若是郡主说的都是对的，你就不能不放在心上。昨日王妃刚说会救你出去，转眼又和大皇子腻歪在一起，这是根本就没有把你放在眼里。看来王妃很早就和大皇子是一路人了。哟，这么热闹，都在说本王妃的坏话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都能来，本王妃怎么就来不得了？你干的那些龌龊事，我全都告知表哥了，看你怎么脚踏2只船。眼见未必为实，你怎么就能确定你的眼睛没有瞎呢？不过你这脑子蠢倒是真的。哼，表哥，你看他这一副恶毒的嘴脸，你一定要休了他，让这种肮脏的女人滚出誉王府。滚出去！南洛清，听见没？表哥让你滚出去，这辈子都不想看到你，这就是你红杏出墙的代价。我会让你在上京颜面扫地，休想风光的嫁给大皇子。本王说的是你，滚出去！表哥，我这么长时间不见，王爷是越发的俊朗了。尝过本王这般山珍海味，秦泰然那货你也下得去口？大皇子温柔体贴，对妾身又上心，更是那上京女子的梦中情人。妾身和大皇子走得近一些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漱口！你还当真是越发的无法无天了？秦玉修猩红着双眼，抬手掐上他的脖颈，连他自己都不明白妒意从何而来。他心里没有南洛清的位置，却不想看着他冲着其他男人巧笑倩兮。他的东西谁都不准染指。若你真的敢与秦泰然勾搭在一起，顾家上下会为你偿命。本王一天不死，你就休想逃出本王的手掌心。难道说王爷已经忘了宋玉泉，已经被我迷得神魂颠倒了？不准提他！可王爷怎么看都像是打翻醋坛子的模样啊！恐怕王爷现在心里只剩下妾身的好了。南洛清，你祸害别人也就够了，祸害祖母做什么？祖母年纪大，哪是经得起这么折腾的？二表哥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？祖母的事我并不了解。是，你肯定不了解，毕竟你这人最是口蜜腹剑，再装得一脸无辜。所有人都为你去死，你清清白白干干净净，没人能说你什么。祖母到底发生何事？祖母为了救你的心上人，带免罪金牌进宫求陛下了，可陛下大怒，控制祖母不愿放人。你满意了？小表妹，你别怪二哥说话难听，他这人呐，在军中带兵打仗习惯了，说话就是不好听的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免死金牌是什么东西？
我之前从未听祖母提起过。那是顾家的传家宝，顾家为了大齐立下赫赫战功，先皇为了赏赐顾家，便给了祖母一块免死金牌。那块金牌一直都没用，这次为了救誉王，祖母连免死金牌都用上了。小表妹可是想请救兵，顾家摊上事儿，其他人要与顾家撇清关系还来不及呢，怎么可能来救人？越是急的时候，就越不能乱了阵脚，而且不试一试，又怎会知道事情没有转机呢？晴啊，你快些回去，有什么事儿，祖母一个人扛着就够了。以前是祖母护着我，现在轮到我来护着祖母了。你这孩子怎么就这么执拗？陛下大怒，你小心被牵扯其中。祖母一把年纪了，早就看淡了生死。南洛清了解的前因后果，对秦泰然的厌恶又深了几分。还真是最是无情帝王家。顾家二郎为了大齐出生入死，血溅沙场，却成了秦红叶眼中的反贼，这得寒了多少忠臣的心？再加上让旁人跪着也就算了，让祖母这七老八十的年纪跪着，不就是想要他的命吗？哎呦，玉王妃娘娘，您这是做什么呀？是要抗旨不成？陛下要罚，就让我跪好了，我身子够硬了。祖母身子不好，还请让她先回去。哎呦，玉王妃娘娘，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陛下的旨意什么时候听你一人之言了？陛下让顾老太君跪着，那自然是有陛下的道理，怎么能说换人就换人？难道是想抗旨不成？朱公公，别把那一套罪名扣在我的头上，本王妃要面圣。玉王妃娘娘倒是从始至终的狂妄啊！别怪老奴没有提醒你，你这样可没命活到明日。朱公公放心好了，本王妃活的肯定比你命长。唉，罗琴，祖母知晓你就是这性子，眼里揉不得沙子，在宫中行差，踏错一步，那可是万劫不复的境地。这件事是祖母引起的，就不应该将你卷进来。祖母，一家人可不能说牵连之类的话，若真要说牵连，也是我牵连了顾家。如今事已至此，逃避也没有用，还不如去会一会陛下。南洛清，你可知罪？陛下，我们何罪之有？朕让顾老太君跪着，你凑什么热闹？是想抗旨不成？秦红叶从未将南洛清放在眼里过，一个被元安侯放弃的草包女罢了，还能翻出什么浪来？没想到这草包倒有几分不知者无畏的精神，连他都敢顶撞。臣女并不想顶撞陛下，只是想问一下，为何要罚跪祖母？誉王罪不可恕，顾家竟想用免死金牌救人，难道不是与誉王一伙的？陛下，誉王爷是不是有罪？这不是再明显不过吗？南洛清，你知道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东西？朕的话你也敢忤逆？臣女不敢，陛下是误会臣女的意思了。免死金牌乃先皇所赐，先皇说可以救任何人，陛下这样做才是真正忤逆先皇的意思。强词夺理，来人呐，将他们押下去。陛下不可，陛下如果这么做的话，就会引起民怨，到时候怨声载道，可是对我们大齐不好啊。你怎么来了？这件事和你没有关系。老臣不过是不想看到陛下做错事而已。顾老太君既然手上有免死金牌，那就顺他的心意好了，不然这免死金牌岂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？这不就是违背了先帝的旨意吗？
好啊，你们一个两个的是想要造反不成？朕说什么东西你们都不听，别人说什么你们都听，要不然朕的龙椅给你们来做。朕不管你是因为什么来帮顾家和誉王的，这件事可不是普普通通的事，而是谋逆。大皇子差点就没命了，你让朕怎么放过他们？陛下可能是误会老臣的意思了。其实并不是来为誉王求情，而是想为顾家说上两句话。这么多年，顾家为了朝堂尽心尽力，如果没有顾家，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太平盛世。难道我国就只剩下顾家能打胜仗不成？你们一个两个都听顾家的话？朕懂你们的意思。既然赵大人都来了，朕就各退一步。你们顾家把免死金牌带回去，誉王的事儿你们不要插手。陛下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我现在就将祖母带回去。若不是赵大人及时赶来，恐怕老身没办法全身而退。以后赵家有用得着顾家的地方，烦请开口。老太君误会了，老夫不仅是看在两家的交情上来相助，还是因为誉王妃写了封信，说是能帮在下大忙，老夫再舔着老脸上来劝上一劝。好在陛下还是给了老夫一个面子，没有继续为难老太君呢。老身倒是不知此事与他有关。誉王妃修书一封给老夫，说是能治好孙儿的病。孙儿今年已3岁，却迟迟不能开口说话，更是表现出一副痴痴呆傻的模样。老夫，我愿拿自己的性命去换我孙儿的性命。誉王妃可得言而有信，何时去救我那乖孙？今日即可。这年头哪有女子当大夫的？赵大人没有将实情告诉夫人吗？这种事情没必要说，能将孙儿治好就行。瞧你说的轻松，从古至今就没有女子当大夫的。这位姑娘能治什么？这不就是将我家的孙儿往火坑里推吗？你能舍得，我是万万舍不得的。人家誉王妃都已经来了，怎么着也得让人家试上一试。是什么事？一个女大夫能有什么能耐？夫人可有胸闷气短的病症，晚上也难以入睡，胸口偶尔会有刺痛感，总是会时不时觉得难过，然后落泪发脾气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是大夫，自然知道。可你并没有给我诊脉。别人可能需要，但是我不要。你当真这么有本事？你真的能救好我孙儿？可以，夫人放心好了。不知道小公子在什么地方？我带你去。孙儿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就晕过去了？小孩子到处乱动会影响治疗，那堂我加了一点安神的药，小公子没有事的，就是睡一觉而已。等他醒来以后啊，自然就好了。南洛清拿出银针在他的耳上扎针。孙儿有问题的是嗓子，你怎么在耳朵上扎针呢？小公子的问题从来都是耳朵，并不是喉咙。他之所以不能开口说话，是因为他从来都没有听到过外面的声音，自然不知该如何开口。不过你们放心，他很快就能好的。南洛清施针1个时辰，小公子终于醒了过来。你这算是哪门子的大夫？什么都不懂还胡说一通。我看在顾家的面子上不责罚你，但也请你出去。誉王妃，那就请您还是先回去吧。誉王妃的医术举世无双，赵家小公子能得誉王妃救治，是他的福气，你们怎可翻脸不认人？
你们不伤了钱儿，我都烧香拜佛去了。出去，不准你们再碰钱儿一下。赵夫人浑浊的双眼含着泪，心疼地拍着赵钱的后背，小孩黑葡萄似的眼珠四下张望，嘴巴一张，狂风骤雨似的哭了起来，嘴里咿咿呀呀地吐出几个音节。钱儿的喉咙这是好了。钱儿，你再说一句，给祖父听听。赵钱再次被吓到，这一次哭得直打嗝，这是之前从未出现过的。赵夫人，你是长辈，哪有您归我的道理呀？若不是你治好了钱儿，他这辈子可就毁了呀。刚才是我口不择言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赵大人也帮了我一个大忙，这样说的话，我们之间算是扯平了。小公子的病在耳，我施针以后，他便可以听见声音，只要耐心的教，便和常人无异。你治好了我的孙儿，那就是我们赵府永远的恩人。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提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自然不会客气。赵家小公子久不能言，世人都会觉得问题出在喉咙，为何王妃觉得问题在耳？我们交谈的声音并不小，可是小公子只顾着把玩着玩具，连头也不回一下。那这就说明他听不到声音，而且是先天性的失聪，所以他自然不知如何开口说话。原来如此。你为何要当街撞死？你这样的年纪死了岂不是可惜了？我若是不死，就要被姓苏的禽兽给糟蹋了。女孩惊恐地回头一扫，说曹操就到。他口中姓苏的男人正是皇后娘娘与苏大将军的亲弟弟苏龙。幼年时与人打斗伤了腿，性情乖张变态，喜欢折磨妙龄少女为乐。因其身份高贵，京中无人敢得罪他，对其所犯之事大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小娘们儿，逃？你能逃到什么地方去？还是乖乖的跟小爷我回去，保证让你爽得找不着北。哟，今儿运气不错，还能一箭双雕。美人儿，你也跟小爷我回去爽爽。南洛清抬脚踹上他的腹下3寸，他疼得在地上打滚。大胆刁民，竟连苏大人都敢伤，活得不耐烦了。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本王妃岂是你们能随便动的？南洛清取出烫金令牌，差点闪瞎几人的眼。令牌上赫然写着玉王妃3字。苏大人，此人不是普通人家的姑娘，而是元安侯府的嫡女，玉王的王妃，我们动不得。玉王府又如何？明日之后世上再无玉王，到时候我一定要把你弄到手上，折磨得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你现在猖狂又有什么用？到最后还不是得乖乖跪下来舔小爷的血？明日的事谁又能说得准？万一明天苏家就得为你收尸了呢？娘娘怎么出门这么久？大皇子的人已经等候多时了。走，汇回去。这是一套侍卫的衣裳，已经完全更改为娘娘的尺寸。等娘娘将衣裳换完，就随在下一起去见大皇子，剩下来的事儿大皇子自会安排。这身衣裳很适合你，以后你入了东宫，就能一直穿着这衣裳陪在本皇子左右，这可是皇子妃都得不到的待遇。多谢大皇子出手相助，时间不早了，还是去地牢看看吧。别急，我好不容易见你一面，上次的饭还没有吃完呢。这一次我们安心的吃上一顿，我再带你去地牢。大皇子，我们之间时间多的是，以后安心的一起吃饭不好吗？去地牢看那些证人是小女子的心结，若是见不到他们，这饭我是一口也吃不下。既然大皇子不愿意带我去，那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。慢着，我何时说了不带你过去了？行，我这就带你去地牢看看那几个证人。不过下一顿饭可得安心的与我吃完。皇后娘娘有令，闲杂人等不能入内。你一个小小的侍卫，
去看重犯做什么？他是本皇子的人，本皇子命他查验证人，这种小事你也要管？小的不是那意思，实在是证人太过于重要，皇后娘娘专门吩咐过，若没什么事儿，还是不要接触证人，恐怕有变故。哼，本皇子的事儿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指手画脚了？你的意思是，本皇子要见一个证人，本皇子还得专门去一趟凤栖宫通报不成啊？大皇子息怒，小的不过是秉公办理而已。母后那边，本皇子自然会处理。滚开！地牢里放了下冰床，几具尸体摆在上面，目的是为了不腐败。南洛清先是看了眼他们的胸口，的确是留有剑伤，是那日他们几个留下的。人没有错。他看向几个人的脸，因放着冰块，他们的尸体没有一点腐烂的痕迹，五官还是十分的清晰。对于其中几人，南洛清有印象，曾经在秦玉修身边见过。这几个人都是秦玉修的亲卫，难怪说他们几个都是听了秦玉修的命令来刺杀大皇子的。如今铁证如山，死人又没办法开口辩解，怎么看秦玉修都死路一条。南洛清盯着他们的脸看了一会儿，发现他们的脸与脖颈的肌肤相差许多。他索性上手在他们的脸上摸了摸，还真的被他找到了破解之法。没想到皇后竟是用李代桃僵的办法来栽赃陷害秦玉修。你干什么呢？证人是你能随便碰的吗？南洛轻手一抖，有一些粉末落在他们的脸上。我不知道不能随便碰，既然几位大哥都这样说了，我肯定是不会再动手动脚的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还不赶紧出来？若不是看在大皇子的面子上，你休想踏进这里半步。洛清，既然你人也见了，那么什么时候跟着本皇子去东宫啊？大皇子着什么急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我如今还是你的皇嫂，若是真的这么做了，传出去对大皇子名声不好。洛清说的是，等明日3堂会审尘埃落定之时，本皇子定来娶你。明日之事，那就等明日再说。翌日3堂会审之日，与事件无关之人不允许进入乾坤殿。秦玉修，刺杀泰然一事，你可知罪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玉修，朕念你是先帝之子，才给你个机会，而你这态度，着实令朕失望。秦红叶虚伪地捏了捏额角，瞧着倒像是一个慈爱的长辈。其实最恨不得秦玉修去死的就是秦红叶。可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应该对泰然动手，你这是全然不顾手足之情。泰然一直拿你当亲兄弟，你竟然派人刺杀他，手段残忍，令人发指。都已经死到临头了，誉王还一副不知悔改的姿态，还真是令人心寒。你与泰然是一同长大的好兄弟，泰然至今还不相信你会这么做，还在本宫的跟前为你求情了许久，你还真是枉费他的一片心啊！今日你能对泰然动手，来日保不齐会弑君，你眼中还有没有君臣之道？陛下和皇后娘娘振振有词，为何不拿出证据来，让大家也好相信此事的真实性？乔玉王妃这话说的，好似本宫与陛下是个喜欢诬陷人似的，不就是证据吗？来人，将证据带上来。这几人对于玉王妃来说应该熟悉得很，他们的胸口还有你们打斗时留下的伤口，这可做不了假。你们再看他们的脸，不就是誉王身边的亲卫吗？铁证如山，你们休想继续狡辩。皇后也就是让那几具尸体走个过场，等几人看清了，他就命人将尸体带下去。可万万没想到，南洛清抬手阻止了侍卫们的动作，盯着几具尸体看了半晌。皇后娘娘，这几人本王妃根本就不认识，
怎么就成了誉王府的亲卫了？秦玉修冷冷地扫了眼尸体，目光凝在南洛清身上。这就是他的王妃想出来的救命之法，就连证人都能动手脚，果真是有能耐。皇后娘娘惊得直接从凤椅上起身，直冲冲地到殿中。那几人竟换了一张脸，露出他们本来的面目。怎么可能？那些药是他从西凉买来的皇家秘药，上脸之后就能捏成任何人的容貌，并且永不消退。他明明悉心地护着这些证物，怎么可能会出纰漏？陛下，这摆明就是有人要栽赃陷害，还好老天垂怜，令真相浮出了水面，要不然的话，誉王殿下可就被冤枉了。本宫身子不适，需要休息。陛下难道不给个说法吗？难道让誉王白受这么多苦吗？再说刚才陛下对誉王是有浓厚的亲情的，怎么现在又没了呢？难道说陛下那些都是虚情假意不成？荒唐！朕何事哪轮到你一个小丫头片子来智慧？我不过是为誉王抱不平罢了，毕竟谁会愿意被冤枉呢？谁愿意因此受了这么多罪呢？陛下若是真的想要公正，就应该将幕后愚弄大家的罪魁祸首抓出来，这样才能给所有人一个交代。要不然以后还有谁会相信三堂会审的结果呢？誉王妃别急，朕理解你的心情，事情的来龙去脉朕必然会查清楚，给你们一个交代。皇后身子不适，三堂会审到此为止，你们回吧。回禀陛下，这几人小的认识，就是苏大将军府上的，之前小的见过他们，也交接过几次。信口雌黄，你一个小小的侍卫能懂什么？见过一两次就能证明他们是国舅身边的人不成？再说了，国舅是泰然的亲舅舅，国舅会害自己的亲侄子不成？皇后娘娘此言差矣，当时你们就是以亲卫作为证据来给誉王定罪的，怎么这件事情轮到国舅爷的身上，皇后娘娘就如此态度呢？这不是愚弄大家吗？皇后，此事若真的与国舅有关，朕也会秉公处理，绝对不会寒了百官的心。趁着百官都在，陛下直接将幕后真凶揪出来，让整件事情尘埃落定，也好给先帝一个交代。齐国从始至终都不允许如此阴险狠辣、阳奉阴违的人逍遥法外。这幕后真凶不仅要害大皇子的性命，最后还想将所有的罪名都扣在本王的头上。其心险恶，若是让他再活跃在朝堂上，恐怕会危害到江山社稷。苏将军可知罪？朕问你，为何这么做？为何要害大皇子和誉王？你是不是与敌国有所勾结？这些侍从下官早就已经送给了苏龙，下官没想到苏龙的心思如此歹毒，竟然连皇嗣的主意也打。南洛清与秦玉修知晓苏龙不过是被拉出来当替死鬼的，但想要一下子扳倒苏勇，可没那么简单。这个结果他们也能接受。来人，将苏龙关押进天牢，秋后问斩。可誉王白白的受了这些罪，陛下怎么说也得给些补偿吧？金银珠宝加官进爵，你们选一样。王爷身份尊贵，要是再加官进爵的话，也没有什么好加的。而金银珠宝王府中也并不少，不如赐块封地如何？那就湖州办。多谢陛下。对了，这件事情很可能与皇后娘娘也有关系，陛下可得好好的查查皇后娘娘，不要让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。皇后娘娘在宫中静思己过。陛下，国舅可能是一时被迷了眼，才做出这种蠢事，但国舅如何与臣妾无关？陛下可一定要相信臣妾呀！苏龙是他的亲弟弟，如今苏龙要处死，他心痛万分，可他只能祈求这个男人不要牵扯上他。你们眼中可还有朕？你们苏家是想要只手遮天不成？母后，
你怎么能做出这么蠢的事儿呢？整件事的来龙去脉，秦泰然不太清楚，但他明白整件事肯定是对自己有益的，就放手让母后去做。何曾想过最后会赔了夫人又折兵，落了个凄惨下场。母后这么做为了谁？还不是为了你的将来铺路。陛下盛怒，母后可只剩下你了。母后，此事是你做的不对，既然父皇让你闭门思过，你就好好的闭门思过，不要多想。儿臣有事得出门一趟。你是要去见南洛卿那个贱人，是不是？洛卿并不像你说的那么低贱，她其实是个不错的姑娘，母后了解她以后也会喜欢她的。喜欢她？本宫为何要喜欢誉王府的人？你听仔细了，太玉修是与你竞争皇位的第一人，他若是不死，皇位未必能轮得到你来做。母后所说的儿臣都明白，但誉王只是个瘸子，一个瘸子能有多大能耐？母后放心，儿臣心里有数。给本宫查，这段时间到底是谁对朕舞动了手脚？查到之后立马禀告本宫。娘娘是否要出宫见国舅最后一面？反正也是要死的人了，去见最后一面也没什么用。不过本宫必然会替弟弟报这个血海深仇。这是这段时间为了救王爷花的银两，王爷记得结账。娘娘算的可真是清楚，救王爷于水火之中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如果你喜欢在地牢待着，那你现在就回去，没有人拦着你。本王妃只救王爷一人，可并没有打算救你。闭嘴，在主子跟前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准了。哼，表哥之所以没事儿，是表哥吉人自有天相。你之前做的那些龌龊事，我和表哥可都是记得清清楚楚。你休想就这么算了，等表哥身子好些，必然会找你算清。那个时候，自然就是把你赶出誉王府之时。哼，你笑什么呀？也是，你现在还有机会笑，到时候被赶出府去，连哭都来不及。我可是王爷的救命恩人，把你赶出去都不可能赶我出去。你狂什么？你做出那么多对不起表哥的事，还妄想着表哥会对你好不成？哪个男人能够受得了自己女人在外面勾三搭四？你是想昭告天下你的清白已经不在了吗？你一个还没有出嫁的女子，连清白都没有，还有谁会要你？你凭什么打我？你算什么东西啊？我要去告诉表哥，让表哥来惩治你。你要搞清楚，本王妃才是誉王府的女主人，你不过是个寄人篱下的蛀虫罢了。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大呼小叫的？你一个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米虫，还有脸大肆花费王府的钱，谁给你的勇气？本小姐好歹是个郡主，花点银子怎么了？你还没进府之前，本小姐就是这么花银子的。想要用银子也不是不可以，自己去赚。楚轩儿身边一个人伺候就够了，那么铺张浪费做什么？你们比约每月的银子只有10两，若是超过了的话，让楚轩儿自己去赚。誉王府有南洛卿这个妖孽，就一日不得安宁。我一定要想个办法除了他。王妃，王爷请你去一趟。做什么？要是没有要紧的事儿，我不去。王爷并未说是什么事儿，只是让属下请王妃去一趟。那就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儿。王爷刚从地牢出来，需要休息，就别折腾了。回禀皇后娘娘，关押死囚的地牢，属下已经盘问过，这段时间无人接近，除了大皇子殿下。太人怎么可能与本宫作对？你可查清楚了，没有什么纰漏。大皇子嫌地牢气味重，并没有进去，反倒是他身边的小太监进去了。那小太监长得与誉王妃有8分相似，属下怀疑誉王妃便是那小太监。证人之所以有问题，都是拜誉王妃所赐。岂有此理！太人是被这个女人迷晕了头了，
连地牢都带那个女人去，本宫费尽心思给秦玉修设下的局，就这么被破了。娘娘切莫气坏了身子，大皇子可能是无心之过，最为恶毒的当属南洛卿。这个女子欺骗单纯善良且拥有赤子之心的大皇子，才会令事态走到这一步。若是南洛卿不除，恐怕大皇子还会被他耍的是团团转。下月的白花样就不用按照往常的规矩来办了，所有人都随本宫去行宫住一小段时间。以往南洛卿绝对是没有资格来参加的，这次隆重的邀请他，让他有命来没命回。王爷不知道进女子闺阁是要敲门的吗？你这样直接闯进来，那就是流氓。就你送给本王，本王都不屑要。南洛卿自诩上京最美，可听不得这种话，一下就将他从轮椅上拽进了浴池。随后他像是条蛇似的缠上男人的腰身，将其紧紧地抵在池子边。骤然拉近的距离与女子滑腻柔软的触感令秦玉修眼微泛红。滚开！王爷还真是嘴硬，这嘴上说着拒绝，身子倒是诚实。若是王爷不欣赏臣妾的话，身子为何如此之烫？秦玉修受不了他那清冷又娇媚的眼神，稍一用力就将他扣在池水边，随着荡漾的水波吻上他樱粉的唇。南洛卿倒是挺享受与秦玉修的接触，毕竟这么俊的一张脸，还有8头身的健硕身材，很难让人不着迷。秦玉修心中欲望攀上顶峰，抚上他的大腿。南洛卿有所感应地从他怀中退出，并且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穿好里衣。难道这就是王爷所说的送上门也不像样吗？妾身劝王爷以后啊，还是诚实一些好。南洛卿，秦玉修用内力回到轮椅上，还将衣裳烘干。他面色阴沉的仿佛能滴出水来，哪个男人都忍不了中途停止，可话已经说出口，自然是收不回去。王爷找妾身所谓何事啊？这刚从地牢里出来，王爷就不能好好的休整一下？你是如何看出皇后的破绽？你说的是那几具尸体？那些尸体皇后准备的毫无破绽，你是如何在短短的3天之内就解决了政务？王爷未免太小看妾身了，那点雕虫小技不足挂齿。表哥，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，南洛卿他欺人太甚，你一定要把他给休了，然后再给他进猪笼。闹什么？表哥，南洛卿一回府就耀武扬威的，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中。我屋中的东西怎么能让他随便碰呢？他竟然把值钱的东西全都给我搬走了，就连太妃娘娘赏赐的贵妃椅他都给搬走了。难道是让我去睡土炕吗？还有那个女的还说让我卖身去赚钱，我好歹是个郡主吧，怎么可能和南洛卿一样去犯贱，是个喜欢爬床的贱婢？闭嘴！南洛卿是王妃，岂是你能一句贱婢一句犯贱的叫她？表哥，你变了，以前宋姐姐在的时候，你是绝对不会对我这么凶的。再说那些是我的东西，南洛卿她凭什么拿走？她嫁入誉王府不就是为了银子吗？她得连走多少财物才满足啊？你屋中的东西的确是本王妃搬走的，你自己做了什么事情，心里不清楚吗？你凭什么动我的东西？表哥，你看，他都承认搬走我的财物了，你可一定要为妹妹做主。妹妹除了你，可就什么东西都没了。表哥，不过就是些小钱，你帮我付了不就行了吗？那还需要搬空我的房子来抵这些账目呢。再说这些东西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买的，里面还有宋姐姐喜欢的金银首饰，这些银子难道不应该让表哥来出钱吗？你这话说的还真有意思。宋玉犬是王爷什么人？凭什么他的吃穿用度需要王爷来买账呢？再说这宋玉犬已经死了，你若是觉得那些银子不是你花的，你大可以去地府找他要钱，本王妃也拦不着你。你这是咒我去死，我和你没完！
既是你自己在外面乱花的账，王妃做的没错，也算是给你一个教训。要是再闹，你就分府出去住。这才过了多久，表哥就已经把宋姐姐忘得一干二净了吗？枉费宋姐姐当年陪着你，可怜宋姐姐被南洛清给害死，王爷还和这个女的勾搭在了一块儿。你到底是如何对那些政务动的手脚？王爷若是想知道也可以，那就是楚轩儿的那些东西都归妾身所有。准了。这就是楚国王室的秘制膏药易容膏，若是没有独特的解药的话，这药膏就像天生的一样，完全看不出来破绽。试试自然可以，只不过要试在谁的身上呢？就安风吧。秦玉修可见不得自家王妃对着其他男人的脸捏来揉去。请王妃收回陈面，属下完不成任务。既然王爷想试，那就试试好了。你易容的是谁？怎么，王爷是觉得自己的容貌和此人相比，自愧不如？哼，本王的容色如何，你不是最清楚吗？你若不是垂涎本王的容貌，你又何苦费尽心思来当这玉王妃？这张脸才是妾身所垂涎的。王爷若是想查，就去查好了。娘娘，大皇子来寻你。你去和大皇子说一声，我收拾一下就过来。不准见。难道王爷想要见大皇子？这个也不是不行，就是王爷这副模样见人，恐怕会再生出其他的祸端来。王爷三思而后行。王爷若是再不放妾身出去，大皇子恐怕要闯进来了。秦玉修眸色一暗，在他脖颈处狠狠咬了一口。南洛清疼得脸都红了，这副暧昧的模样就像是刚经了人事似的。哎，王爷难道属狗的吗？见人就咬。你是本王的，本王想如何就如何，记住你的身份。秦泰然一瞧见南洛清，就发现他脖颈处暧昧的咬痕，仅仅是一个痕迹，他就联想到他在秦泰然身下是如何承欢。洛清，那证人可是你的手笔。大皇子这是什么意思？陛下不是说了吗？这件事是国舅爷的手笔，那既然是国舅爷所做，怎么可能和本王妃有关系呢？我说的是，当时你说过要去地牢看证人，你接触了证人，后来证人就出事了，是不是？你无心之中对证人做了什么？大皇子，我当时就是远远的看了一眼，也没有瞧见什么东西。大皇子这样问，难道是知晓栽赃陷害王爷的不只是国舅爷一人不成？本皇子怎么可能与此事有关？难道本皇子还会雇人来杀自己不成啊？荒唐！大皇子说的是，既不是大皇子，也不是誉王殿下，那就一定是苏龙了。大皇子可还有其他的事情？若是无事的话，那就请回吧。皇后娘娘可不喜你在誉王府待太久。洛清，你别这样跟我说话，太过于疏离。大皇子想本王妃如何待你？男女授受不亲如此简单的道理，大皇子不可能不懂。李伯，送客。洛清，本皇子懂你的苦衷，是不是皇兄强迫你与我划清关系？别怕，你给本皇子点时间，本皇子一定会接你来身边的。这时间不会太久。装什么深情？不过是觉得别人的东西更香罢了。该娶的皇子妃一个也不落。本王妃不过是到后宫3000佳丽当中最不起眼的那一个。王爷没走，转眼看见他脸上的易容膏还没拆。早就说了让旁人来试，王爷非不听。你看，这不是白白的遭了罪吗？脸都红了。弄掉。这易容膏是西凉的秘制药，你是如何得知的？王爷对我未免太过好奇了吧？这可不是个好现象。难道说王爷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对妾身情根深重了？
娘娘，王爷怎么走了？奴婢还以为王爷今日会留下来用膳呢。留他做什么？他整天就摆个臭脸，还请他吃饭。娘娘，王爷其实对您挺好的，刚才见您的簪子坏了，还说去库房给您取10个簪子呢。可见娘娘在王爷心中也是十分重要的。那你是不知道，他整个库房的首饰都是为那宋玉泉准备的。如果不是宋玉泉没了，哪还轮得到我呀？不过他既然要送，那就收着好了。他送的东西也总不至于太差，能卖不少银子呢。南洛清时时刻刻为以后跑路做准备。兵荒马乱的时代，银子不能少，有了银子，以后的路会好走得多。等他攒够足够多的银子，能够在世外桃源之处有一处别院，再带几个伺候人的丫鬟嬷嬷。娘娘，你可不能再将王爷给气走了。您是誉王妃，若是没了王爷，旁人可就不管不顾的欺辱你了。娘娘可不要再这么想了。本王妃之前怎么没觉得你这么会说呀？你呀就放心好了，王爷那人就这性子，你越是不给他脸，他就越高兴。娘娘所说，奴婢可就不明白了。世上男子都喜欢温婉贤淑的女子，怎么会如此奇怪？收拾一下，去库房取些药材给祖母送过去。好的，奴婢这就去。怎么满头是汗的？拿了这么多？是王爷说的，只要是娘娘要，无论多少都给。奴婢也不知道具体需要多少，就全部都搬来了。那倒是找个人帮你一起拿呀。奴婢倒是想啊，凑巧碰见了表小姐来拿药送礼，还说什么要送给太妃的礼不能散漫了。说来说去，还是奴婢手里的这批货最好，表小姐就打起了这些礼品的主意。奴婢寻思着，这些东西都是给娘娘准备的，怎么可能给她？奴婢呢就灵机一动，撒腿就跑，野狗都追不上奴婢。拿，喝点水休息一下。不过这个太妃你可有印象？太妃是曾经的淑妃，也是誉王殿下的养母。誉王年幼凄惨，是由淑妃养大的。先帝故去后，太妃就一直在慈云寺住着，鲜少回上京。不过太妃与王爷的关系很好，而表小姐也是太妃看着长大的。太妃膝下无子，自然是将两人视作自己孩子般爱护。表小姐突然去见太妃，心思不纯。她呀，何止是心思不纯，简直是将脚靠山写在脸上了。啊，那这太妃若是回上京，岂不是对娘娘不利？娘娘可得想个法子。不急，到时候会一会这个太妃，自然就有对策了。你滥杀无辜，就不怕遭天谴？无辜？皇后娘娘与苏将军可并不觉得你无辜。你在胡言乱语什么？我的罪难道与皇后娘娘有关？皇后将暗算本王的罪名都推到了你的头上，你就是个替死鬼。本王好心让你在黄泉路上死得明白一点，做鬼也得明白去找谁报仇。什么杀你的罪名与我有何干系？苏家人设计害王爷，王爷命不该绝，还戳穿了苏家人的阴谋诡计，这罪名总得有人来扛。苏家人心照不宣地将你推了出来替死。你们胡说，我也信苏家人怎么可能不顾手足之情？哼，你以为我们没有陛下的口谕敢来抄你家？苏家想让我死，我死也要拉一个垫背的。行，你可一定得这么做，不做的话，本王有千百种办法折磨你。王爷，王妃来了。谁带她来的？看样子应该是李伯，属下这就带王妃回去。怕了？还有许多你还没有见识过，现在怕是不是太晚了？南洛清不理解他的别扭从何而来，倒是拉过他的手臂开始处理伤口。这点小伤有治的必要？
我可不想年纪轻轻就守寡。哼，你不会以为本王最近待你不错，你就在本王心中很重要吧？王爷想多了，王爷爱喜欢谁就喜欢谁，反正啊，妾身对王爷没兴趣。按理说，秦玉修听见这话应该是高兴才对，可他不仅不高兴，心里还堵着一团火，扣住南洛清下巴，欺身上前。秦玉修压着南洛轻滚到软垫上，突如其来的接触令秦玉修冰冷的身体变得火热起来。对本王没兴趣？王爷这是做什么？难道王爷对妾身有了兴趣？可妾身怎么记得王爷曾说过，心里只有宋姑娘一人。既然只有宋姑娘，又怎么会对妾身感兴趣？该死！你以为你是谁？秦玉修盯着他一张一合的红唇，大手扣在他的肩膀，五指收紧，不顾南洛清的感受。松手！看着南洛清衣衫凌乱的姿态，秦玉修眸色渐深，眼底是一片赤红。苏龙的话响在他的耳边，说他一个瘸子怎么能给女人痛快爽利的鱼水之欢？作为他的女人，却硬生生的要守活寡。秦玉修自是不认同苏龙所说的话，但作为男人，听到这种话，自然是想要证明自己的能耐。不过是鱼水之欢，他又不是不行，他只不过是不屑于碰除了喜欢的人之外的女人。秦玉修回味起曾经与南洛清的接触，那10股滋味很难让人忘却。欲火从腹部烧上了脊髓，他再看南洛清的眼神已经变得不再清白。不感兴趣？你是本王的王妃，哪有资格说出这种话？对于这种事，南洛清倒是从善如流，可秦玉修就像是发狂了似的，不折腾的他够呛誓不罢休。在马车外守着的安风与安宇倒是听得面红耳赤。怎么觉得王爷是真心稀罕王妃？要不然怎么能如此动情？曾经宋姑娘在的时候，王爷同样是疏离且克制，也就与王妃接触时，才会从寒冰烧成一团火。你难道不觉得是王妃故意勾着王爷吗？这可是马车上，还是大白天的，白日宣淫可不是什么好话。再说王爷身子本来就不好，这么折腾可遭得住？你还没有娶媳妇儿，自然不知这各种滋味。再说王妃是王爷明媒正娶的，两人也是极为正常之事。王妃和王爷两人恩恩爱爱，长长久久的才好呢，少来那些谣言贱货，破坏王爷和王妃伉俪情深的感情。再说了，王爷在天牢里日日与你们待在一处，肯定憋闷得慌，碰见娘娘这样的娇媚美人，肯定是把持不住的。你属狗的！你再说一个字试试。疼！秦玉修的目光软了几分，一言不发地拿起药瓶给他上药，清凉的触感令他舒服地嘤咛一声。秦玉修咽了口口水，再次将他压在身下。表小姐喊小的所为何事？你知道吧，本小姐被南洛清那个女人逼得没办法了，只能去找太妃可怜可怜我，再收留我。表小姐所言属下明白，王妃做的的确过分，明明她才是个外人，又有什么资格送表小姐走？楚轩儿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，往前2步，轻拥上安宇的脊背，脸贴着他的胸膛。表小姐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也对他有意不成？可他只是一介武夫，又怎么能照顾得好表小姐这样金尊玉贵的人？可我走定了，这段时间只能麻烦你帮我盯着南洛清。听说表哥最近和南洛清走得近，2个人还同房了。你知道的，表哥以前和宋姐姐那么好，表哥也说这辈子只会爱宋姐姐一个人。宋姐姐尸骨未寒，那南洛清就爬上了表哥的床。按照这个趋势，
以后誉王府岂不是由他说的算了？那还有我们什么立足之地？你之前也不喜欢南洛清，对他的态度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南洛清这个人呢，最是小肚鸡肠，等他得势，眼里又怎么可能会有你呢？到时候啊，也是寻个由头把你赶出去。是了，将你赶出去那还算是好的，就怕呀，连你的命都不放过。我这不是心疼你，怕你走了我的老路吗？据我所知，王爷并不是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人。虽说如今对王妃有点意思，可应该不至于没了基本的判断。那你未免也太低估南洛清这个女人了。表哥之前哪儿都好，对我也是极好的，可南洛清一进门，一切都变了。这不，连誉王府都没我待的份儿了。南洛清那狐妹子有的是法子勾得男人神魂颠倒。今日是表哥，明日就是大皇子，再过几日，谁知道又有几个奸夫？你若是不信我所说，直说便是，我这就走，不碍你们的眼。表小姐误会了，属下不是这个意思。以属下对表小姐的情谊，你说什么，属下便信什么。表小姐觉得王妃心怀叵测，属下便绝对不信王妃所言。这还差不多，那你可一定要说到做到。既然你觉得南洛清这个人不可信，你不应该要做点什么表示一下吗？夜色朦胧，连装都懒得装一下。反正这二愣子根本不会察觉到有什么异样。安宇喜欢他，楚轩儿一直都明了，只不过一个侍卫的喜欢，他根本不会放在眼里，大多时候还觉得恶心。恕属下愚昧，并不懂表小姐所说的表示一下是什么意思。你知道的，在表哥的心中一直都有着宋姐姐的位置，你只需在这件事上下点功夫，惹得表哥厌恶南青洛即可，剩下的事等我从慈云寺回来再说。可这么做恐怕会惹得王爷不快，属下是王爷的贴身侍卫，这么做有些不厚道。哼，男人都是一个样，说的倒是好听，让你做点什么就推三阻四。你既不愿，直说便是，我可以让别人来做。我还以为我在心里总归是有些不一样，没想到你在乎的还是你的锦绣前程。表小姐，属下不是那个意思，你误会属下了。属下就是觉得事关宋姑娘，事情恐怕没有那么好控制。毕竟宋姑娘是王爷的逆鳞，若是没掌握好度，王爷的身子恐怕会……你是个男人吗？你若是男人，就拿出男人该有的气概。本小姐最烦的就是娘们唧唧的人，磨磨蹭蹭的，什么事能做好？表小姐先别生气，我不过是要考虑的周全些，免得牵连了表小姐。就照我说的做，若是想对付南洛清，就得下猛药。那些七零八碎的事儿，可没办法让表哥对南洛清彻底死心。只有事关宋姐姐，表哥才会看清楚南洛清的真面目，以后我们才会有安稳的日子过。属下一定会按照表小姐所说的做，只不过属下有一件事想不明白。但说无妨，这儿就只有我们两个，没什么不好说的。表小姐所说的以后，是我们的以后吗？没有南洛清的以后，才算是我们的以后。你的心意我都知晓，可如今并不适合谈这些。要是南洛清知晓我们之间的关系，肯定是会百般的阻止。你应该也不想我被他们要求随便找个人嫁了吧？若是那样的话，我们肯定都没有以后的。知道了，属下一定会好好解决问题，不择手段。你能这么想就最好了，不枉费我对你的一番心意。时间不早了，还是回吧。你出来太长时间了，表哥可是会起疑的。你早些回去，早些把南洛清处理了，我们的未来才会逐渐好起来。属下还是送表小姐一程吧，要不然下一次见，
不知道是要在什么时候了。如今你可不能与我走得太近，会被南洛清给盯上的。这一段路我自己走即可。